你是毫无修为的废物，却能一招秒杀九转仙尊。可你也仅仅只能秒杀仙尊，对方少一点修为都不行。可以说仙尊之上你无敌，仙尊之下你却是垃圾。于是作为圣地老祖的你，为了不暴露自己是菜鸡的事实，只能绷着脸装了几百年高人约战各路仙尊。不过修过仙的都知道，能成就仙尊境的老油条那都是一个比一个狗，没有必胜的把握，根本不入世。所以你越是下战书，越是挑衅羞辱他们，越以为你是真的天下无敌。但无奈你其实没有任何修为，只能下战书把他们都骂个遍。毕竟你要是上门踢馆，万一遇上个不认识你的筑基杂役，那不就凉凉了？这么想着，你便开始用前世写小作文的经验开始写战书。可你还没写几个字，就听到太虚宫外传来阵阵响声。大约半刻钟后，连同整个太虚宫都突然开始震动起来。我操，地震了吗？你正在纳闷时，却有无数道黑光直接洞穿了太虚宫。随后太虚宫轰然坍塌，瞬间只剩下你一个光杆司令坐在宝座上发愣。真是可笑啊！你们苍云圣地的护山大阵也不过如此。既然你非要龟缩不出，哼，那就休怪我灭你道统了。天上黑压压一片，全是人，连同九幽圣主墨渊、落日圣主凤慈和黄泉圣主鹰绝影，这阵容恐怕三大圣地已经倾巢而出，所有护法长老都来了。你不傻，很快看出这是怎么一回事，明显就是三大圣地想要围攻苍云圣地。看着圣主白凝冰满身是血、狼狈不堪的模样，你就知道他已经经历了一番苦战。半空中那三名圣主脚踩云霞，负手而立。林墨痕，你可料到自己有今天？平日里对我们三大圣地出言不敬，今日你护法圣兽被擒，护山大阵被破，稍后本座就将你这苍云圣地彻底从天域除名。三人气焰异常嚣张，但苍云圣地圣主白凝冰丝毫不慌，甚至是满脸的不屑。3个圣人巅峰和30个普通圣人，还有一群五军五宗这样的杂鱼，就凭你们也配吗？在他眼里，自家老祖林墨痕几百年前就已经证得仙尊境界，秒杀这群渣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不过还是有部分长老心中忐忑，小声问道：圣主啊，三大圣地明知老祖在还敢来，必有后手啊！白凝冰仰天大笑，挺起胸脯，无所谓，我家老祖无敌。然后他微笑着看向绷着脸的你，你虽然面无表情，但心中已经爆粗口。看着这满天的圣人五军和五宗，你整个人早都麻了。好不容易得到秒杀仙尊挂，正准备约新秀仙尊装逼，结果你们引来一堆圣人五军。此刻你呼叫系统，系统也没任何反应。这不是记了吗？但你装了几百年，深知一个道理：人可以输，但气场不能输。并且你不信三大圣地如此大张旗鼓，背后会没有仙尊撑腰，所以你决定先绷着脸装一回再说。你气定神闲、临危不乱的样子，也确实唬住了墨渊等。在三大圣域众人眼中，苍云圣地被迫太虚宫被毁，这位传闻中的苍云老祖居然还能稳稳做主。特别是你那凡人一般返璞归真的感觉，竟好似没有任何修为的样子，更是给了他们极大的压力。他们完全看不出你的深浅。看来情报无误，苍云老祖果然证得仙尊境。尽管这100年来北海天域一直在传苍云老祖已步入9转仙尊，但传闻就是传闻，永远不如自己看上一眼得来的真实。今日包括墨渊在内的三大圣地所有强者只看了一眼，就一致认为你就是货真价实的仙尊境。什么是仙尊？表示一切看众生都是蝼蚁的仙尊。此刻一直闭口不言的你突然张嘴，淡淡说出4个字：不退则死。话音刚落，就把三大圣地的强者吓退了几丈。落日圣主凤慈闻言却是邪魅一笑，反驳道：哼，苍云老祖，你未免太蔑视我等了。以苍云圣地能出一位仙尊，我落日圣地难道就不能？老祖还请现身吧。哈哈哈哈！林墨痕，你可还记得本座？老者负手而立，自信满满，他周身上下都隐藏着强大的道运。落日老祖杨进，你居然也证得仙尊境了！苍云圣地的长老们一脸惊愕无比。好夫又有何不可？落日老祖瞪了一眼诸位长老，瞬间就把白凝冰等人压制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仙尊的威压。白凝冰等人在仙威的影响下，不由自主地想要跪下。仙尊面前，圣人就如同蝼蚁。然而你因为获得了秒杀仙尊的能力，自动免疫仙尊境强者的一切伤害，所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还有点小兴奋。你等了几百年的装大逼时刻终于到了。此时落日老祖见你坐在鎏金宝座上纹丝不动，他再次暴喝：林墨痕，你可敢上来一战？杨进的声如洪钟响彻天地，霸道无比。苍云圣地的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你，期盼你出手。虽然你现在就能秒杨进，但你认为既然选择了装，就必须要一装到底，并且你不信他们的底牌就一张仙尊境。按照你对这群狗到极致的老祖了解，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们是不会出山的。于是你依旧面无表情，并极为轻蔑地又吐出几个字：就凭你还不够。三大圣主听后纷纷面露惊讶，他们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之狂。同为新晋仙尊境，难不成你能翻天？林墨痕，你说的对，确实不够，但灭你苍云圣主，我怎可能独自前来？王道友、杜道友，两位该现身了。刹那间，另外2股强大的气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白凝冰等人定睛一看，惊讶不已，居然是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他们竟都已经证到仙尊了。林道友，别来无恙了！不知道林道友
同时面对我们3位尊者，是否还能有刚才的气度？众人眼里3名老祖宛如天神下凡，恐怖如斯，但你依旧只是绷着脸继续装。其实你也已经快绷不住了，差点笑出了声。这经验包最好再多来几个。另一边围攻苍云圣地的诸多强者，见你此刻居然还能坐得住，略微有些震惊。这苍云老祖同时面对3位仙尊境老祖，居然还能坐得住，不会是吓傻了吧？哼，难道说这苍云老祖已经步入2转仙尊，所以才有恃无恐？这不可能，仙尊之上，每走一步都难如登天。苍云老祖100年前才突破至仙尊，怎会这么快就突破至2转？5万年前，青云剑圣300岁入尊，横空出世，也是在星宿仙尊下走了3招之后，才开悟得以进入2转仙尊。这2转仙尊哪是那么容易成的？苍云老祖始终保持凡人的姿态，估计运用了一些手段隐藏修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虚张声势而已。关于这一点，3位仙尊的圣地老祖也意识到。九幽老祖轻笑：林墨痕，死到临头就不要耍这样的小把戏了。不过你若愿意被本帝用控魂大法驱使，成为我3人的奴仆，倒是能饶你一命。然后他又看向下面的白宁冰等人，轻蔑道：尔等倘若愿意交出命魂，亦可免除一死。准备攻占苍云圣地之前，3大圣地就已经商量好，要奴役一部分苍云圣地的高层作为圣地天骄日后的护道者。所以从宫山开始，3大圣地并未对苍云圣地的诸多长老痛下杀手，而是让他们节节败退到太虚宫。圣主，对不住了。在如此的压力下，面对能够活命机会的诱惑，苍云圣地这边一位刘姓长老率先动摇，紧接着第2个、第3个长老愧疚地低下了头。圣主，我们也对不住了。越来越多的长老决定投靠3大圣地，白宁冰心瞬间凉了一半。我苍云圣地待诸位不薄。远处的墨渊见状哈哈大笑：白宁冰，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随后他又添了一把火：尔等若还有人准备弃暗投明的，本圣主保证100年之后可归还你们自由。100年对于凡人来说是漫长的一生，但对于这些武宗武君甚至圣人来说，不过是白驹过隙而已。在墨渊的煽动下，苍云圣地这边原本还在犹豫不决的长老也坚定了转头的决心。白宁冰眼睁睁看着他们遁走，却无能为力。此时的苍云圣地核心人物只剩下了你和白宁冰2人。白道友，众叛亲离的感觉如何呀？墨渊3人收走苍云圣地众多长老的命魂之后，肆意嘲笑着孤家寡人的白宁冰。白宁冰万般无奈，此时转头望向你，他内心也从一开始的信任变成了疑惑。为什么老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出手？难道老祖真的害怕？其实你并不是害怕，只是在思考待会秒杀3个仙尊该摆一个什么帅气的 pose。毕竟是系统一招秒杀，姿势越帅，这样的名望也就会越高，到时候系统的奖励也就越好。结果你还没想好，转眼间这群25仔就给叛变了。不过这样也好，也算是变相的看出这群长老并不牢靠。此时在白宁冰满眼的期盼中，你从鎏金宝座上站了起来，双手插兜看了一眼空中的3位仙尊老祖后，说了2个字：开启。3位老祖闻言瞬间摆好防御架势，不过现场却什么都没发生。故弄玄虚。落日老祖冷哼，他原本以为你说的开启是某种强大功法的法诀，结果屁事没有发生。林墨痕，最后给你10息时间，选择臣服还是死？落日老祖已经丧失了耐心，但你依旧双手插兜，冷冷道：10息吗？是本座给你们10息的时间，臣服或者死。此言一出，全场炸裂。苍云老祖疯了吧？落日老祖等人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这林墨痕居然还敢如此嚣张，而且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林墨痕那嚣张的姿势，好像一种来再多仙尊也无所谓的样子，让人很是不爽。林墨痕，你既然执意找死，那本尊也只好送你归西了。话音之间，落日老祖已经运转起周身灵气，天色瞬间暗淡下来，天边的云霞燃烧的火红。落日焚天，落日圣地的灭仙功法。尽管他和落日圣地交战过无数次，但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仙尊强者使用这套功法，而他展现出来的强大足够让白宁冰窒息。而且那边站着的也不仅仅有落日老祖一位仙尊，狮子搏兔上用全力，既然出手，他们3人就不会给你逃走的机会。因此在落日老祖出手的瞬间，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也同时出手，霎时间苍穹之下出现一条巨宽的冥河，上面游荡着无数漆黑的魂灵，这是幽冥圣典和彼岸黄泉经。老祖快退！如此恐怖的攻势，凭他圣人境巅峰的修为根本没有可能逃走，但自家老祖已是仙尊境，应该有机会逃生。然而你接下来的举动再一次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居然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随着3道强大的攻击重重的砸在你身上，整个天穹都掀起了滔天涟漪。不愧是3位老祖同时出手，
这威力，我看就算是二转仙尊也扛不住。墨渊盯着那如同蘑菇云一般的烟尘，畅快大笑。这种场面让转投三大的圣地的苍云圣地诸位长老感到后怕不已。如果当时他们依旧选择站在苍云圣地那边，估计现在连渣都不剩。圣主，你这又是何苦呢？还念有旧情的部分，苍云圣地长老连连叹息，为圣主白宁冰感到惋惜。然而等到烟尘渐渐散去，却惊掉了众人下来。白宁冰被你护住，两人就那么完好无损的站在原地。这不可能！刚才我三人同时出手，就算是二转仙尊，也不可能毫发无伤。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不过是你们太废物罢了。刚刚的攻击对于本座来说，还不如一位杂役弟子。你的这几句话让三仙尊境老祖的心态稍稍变化。作为仙尊境老祖天域中天花板的存在，居然被比作杂役弟子，简直就是侮辱。不过他们毕竟是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不会轻易动怒。此时他们三人一致认为你身上必定有一件极其稀有的仙宝，这仙宝不仅遮蔽了你的真实修为，让你看起来和普通人无异，而且还替你挡下了刚才的致命一击。林墨痕，你以为你身怀稀世仙宝就能虚张声势，吓退我等，当我们是3岁稚童不成？我倒是要看看你身上那件仙宝还能挡下几次这样的攻击。说罢，三人再次催动功法，天地异象再一次显现。为了不给你反应的机会，连着朝你轰杀了10余下，直到快要抽空体内灵气方才罢休。可烟雾散去，却见你依旧屹立苍云之巅，身上没有丝毫受损。什么？他居然真的是3转仙尊？这一刻，他们终于意识到，眼前的林墨痕并不是依靠仙宝虚张声势的弱者，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就那么矗立在天地之间。苍云老祖绝对不止1转仙尊，至少3转，包括白宁冰在内，所有人都在心中重新评判了一遍苍云老祖林墨痕真正的分量。白宁冰也是到现在才恍然大悟，老祖为什么迟迟不出手的原因。他懂了，老祖之前不动声色，是故意让那些圣地里的墙头草暴露出来，以便肃清苍云圣地的成分。他看着你那高大的背影，满眼都是崇拜。老祖不愧是老祖，我还是太年轻了呀！现在轮到3大圣地的人紧张了，眼看气氛也烘托的差不多了，你也该出来装波大的。怎么不继续了？继续打呀！既然你们打够了，那就轮到我了。说着，你的气息终于不再隐藏，九转巅峰。冰冰啊，看好了，老祖这拳会很帅啊！检测宿主使用秒杀仙尊能力，庐山升龙霸同款特效匹配成功。随着你的一拳挥出，一条金色的巨龙升腾而起，直奔落日老祖而去。落日老祖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条巨龙蕴含的力量超出了他的认知。九幽黄泉，快助我！落日老祖发出绝望的喊叫，但并未得到回应，因为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早已脚底抹油，一个瞬身就逃到了10万里开外。但那条金色的巨龙在洞穿落日老祖的身体瞬间，就迅速钻进了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撕裂的空间。甬道中2泼鲜血从里面向外喷出，并且传出了九幽老祖和黄泉老祖的惨叫。3位仙尊老祖被你一招秒了。墨渊奉辞还有3大圣地的30多位圣人境、200多位武君境以及数千武宗境，通通面如死灰。完了，BBQ 了！一拳，居然一拳就秒杀了3大圣域的老祖。墨渊3位圣主愣在原地，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那可是仙尊境啊，不受空间法则限制的天域天花板。苍云老祖就算再强，也不至于强到这种地步吧？难道苍云老祖100年前突破至仙尊的消息是假的？这是林墨痕和白宁冰故意设下的圈套。恭喜宿主击杀落日、黄泉九幽3位仙尊老祖，名声值加5，成就系统已解锁。金色的面板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名声值的下面出现了成就2个红色的大字。你点开一看，第一个秒杀仙尊的成就已经被点亮，名声值加10。虽然不多，但成就列表中的成就很多，可以慢慢积攒，并且完成第2个击杀999个仙尊的仙尊收割机，可以直接加1万名声值。但问题是有那么多仙尊给你秒吗？不过也说不定，仙尊这玩意一个比一个狗。但关于名声值的增加规则，你还有一点疑问。系统啊，刚刚我已经击杀了3个仙尊，为啥名声值才加5？那是因为宿主刚才的装逼击杀产生的名声效果还没有持续发酵，影响范围仅局限于目前这3大圣地的几千参战强者，名声还没有传播出去。哦，懂了。你自言自语，一旁的白宁冰凑了过来。老祖，现在强敌已灭，3大圣地剩下的人要怎么处理？全部杀掉吗？你随便瞄了一眼3大圣地那边，原本墨渊等人还在思考要不要自爆肉体神魂逃生，但当他看到林墨痕扫视过来的眼神之后，瞬间放弃了想法。在他们眼里，林墨痕这平淡如水的眼神肯定是在警告2位放弃吧。苍云老祖用这种眼神看我等，就是在告诉我等，我们的手段不值一提。冰绝影和凤慈虽然也不甘心，但此刻也只能认同墨渊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如此强大的苍云老祖的眼皮子底下逃走。败了，彻底的败了。你其实还挺纳闷的，刚刚扫视了一下对面，居然发现没一个人逃跑，看来刚才装的很有效果，已经把他们彻底的征服了。你咳了2声，清了清嗓子，正准备说话，谁知道对面突然跪下了一大批人。老祖啊，我们刚才是鬼迷心窍了，还请饶了我们吧！老祖，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刚才被策反的苍云圣地长老们通通跪下求饶，3大圣地的数千强者也都纷纷跪下求生。冰冰，你怎么看？白宁冰一听，心中顿时有了想法。老祖这是在考验我，对，肯定是在考验我。他看着你那张绷紧的脸，大脑转得飞快，开始思考其中的缘由。凭老祖的通天修为，要想杀掉他们，肯定不费吹灰之力，根本不需要问我，
那老祖的意思就是不要他们死。白宁冰想到这里，想到了苍云圣地被摧残的破烂不堪的现状。我明白了，苍云圣地遭到三大圣地的围攻之后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老祖的意思是让他们留下来重建圣地，而且不杀他们，还能整合几个圣地的资源。不愧是老祖。白宁冰看着你的眼神变得更加崇拜，于是他拱手说道：老祖，既然黄泉九幽和落日老祖已死，不如暂留他们一命，重建我苍云圣地，如何？孺子可教也，那都交给你安排吧。见老祖的肯定，白宁冰兴奋的小眼神直放光。老祖果然是在考验我。他立刻催动修为，对三大圣域众人道：交出生魂，可免尔等一死。我愿意交出生魂，我也愿意，我也愿意。不到几息的时间，白宁冰手里已经握住了1000多条生魂。墨渊、凤慈、鹰绝影3位圣主看着不断被交出的生魂，是又怒但又不敢怒。风水轮流转，刚才他们有多嚣张，现在白宁冰就有多嚣张。只是你内心在默念：冰冰啊，差不多得了，真要把他们逼急了，我们都没好果子吃。要知道你的能力可只能秒仙尊啊！对于这些修为低一点的你，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恶啊！本圣主岂可为奴？面对白宁冰如此嚣张的叫嚣，落日圣主凤慈实在不堪受辱，自断经脉从天空陨落。这一幕着实给你吓了一跳，差点还以为他们狗急跳墙了。剩下的九幽圣主墨渊和黄泉圣主鹰绝影见状，内心百味杂陈。交还是不交？短暂的思考之后，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2条最为强大的生魂飞到了白宁冰的手里。见墨渊和鹰绝影都这样选择了，其余犹豫不决的人也都纷纷交出自己的生魂。到最后，三大圣地数千位强者尽数归为苍云圣地为奴，而原本的那些苍云圣地的长老现在成了奴上奴，地位更低，肠子都悔青了。接下来，尔等需要尽心重建苍云圣地。墨渊、鹰绝影听令。两人咬牙跪下，命你2人立刻返回九幽圣地和黄泉圣地，将资源整合，运送到苍云圣地。至于其余人等，跟我去落日圣地。是圣主。在一片片应声中，3道流光往3个方向飞去，一瞬间太虚宫这片就只剩下了你一人。然而现在的你很想骂你啊，因为太虚宫已被毁，你脚下只有鎏金宝座这一小片活动区域，而鎏金宝座是悬在空中的。喂，来个人把老祖我弄下去再走吧，老祖我恐高啊！1个月后，黄泉圣地3生秘境一座木桥上，一位白须老者闭着双眼，静静地坐在河边垂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老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气息，不知道存活了多少岁月。族老不孝子孙鹰绝影前来请罪。突然一道急切的喊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此时白须老者缓缓睁开双眼，用力拉起一条黑白相间的巨鱼收入鱼筐之中。随后他看向略显狼狈的鹰绝影，疑惑的：影儿，你不是随他们去攻打苍云圣地了吗？为何如此模样？鹰绝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堂堂黄泉圣主在白须老者面前就好像吃铜一般。族老，你才秘境闭关，不知道三大圣地已经完了。带着哭声，鹰绝影将3日前攻打苍云圣地时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一遍，其中还包括他为奴之后被白宁冰故意弄去挑大粪的糗事。在听的过程中，白须老者的表情先从镇定转变为惊讶，然后又渐渐趋于平静。那白宁冰欺人太甚，还请族老出手替子孙报仇啊！鹰绝影愤恨地说道。白须老者稍微思索了片刻后，却摆了摆手：此时不急，影儿，我且问你，你从苍云圣地逃出来的时候，可有阻拦？族老，我是趁着白宁冰无暇分心的时候，隐匿气息偷偷跑出来的。蠢货！虽然白宁冰的女子修为与你相差无几，有可能察觉不到，但她发现不了你。难道那一击杀了3大圣地老祖的苍云老祖还发现不了你？影儿啊，你中计了！那苍云老祖既然敢放你出来，说明早已知道我的存在，故意试探。族老，那我岂不是暴露了？不过也无妨，若是1万年前一招击杀3个1阶仙尊，老夫的确办不到。但如今1万年过去，我已今非昔比。说到这里，白须老者释放出强大的修为，让鹰绝影眼前一亮。族老，您突破了！我已经参透3生秘境的奥妙，步入了3转仙尊。想来那苍云老祖应该和我伯仲之间。那岂不是族老你也拿他没办法？影儿，你先返回苍云圣地，莫要打草惊蛇。老夫自有办法对付那苍云老祖。另一边，苍云圣地，你坐在重建后的太虚宫中，丝毫没有发现鹰绝影已经跑了，正沉溺在名声值蹭蹭上涨的喜悦中。你一招秒杀3个仙尊的事件震惊北海天域，3天下来，系统面板上的名声值从原来的100多点直接来到了1000点整。恭喜宿主解锁抽奖功能。成就面板旁边出现了新的抽奖界面，只见抽奖界面上，普通抽奖显示着乘2的次数，右边的10连抽则是显示需要消耗9000名声值，看来是1000点1抽抽10抽返还1抽的玩法。这抽奖模式以前是在熟悉不过，能不能出好多返还1抽的玩法。这抽奖模式以前是在熟悉不过，能不能出好东西就看自己的体质了。单抽出奇迹，抽！你二话不说，直接按下抽奖按钮。奖励名声值加500，有点废啊，再来。奖励健胃消食片1瓶，
什么鬼？剑位消失片系统，你确定没有搞错？在奖池里面放这种玩意儿？宿主不懂，不要瞎说。此乃极品丹药，可以剑位消食。你无言以对，他确实没说错是丹药，但效果只是剑位消失而已。你无奈收下这瓶剑位消失片后，继续等待名声值的自动上涨时，太虚宫外突然传来一老者的喊声，这喊声极其雄浑，响彻整个苍云圣地。老夫阴天辰特来拜会苍云老祖，还请苍云老祖一见。苍云圣地上空，白须驼背的阴天辰腰上系着一株灵草，手里拎着一条黑鱼。这位白须老者就是之前三生秘境里的那位三转仙尊大佬。单从外表气质上看，他看上去更像普通的渔夫，但刚才他喊出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极为强大的仙尊威压。身为圣主的白宁冰见状，立刻腾空而起，如临大敌，对峙着阴天辰。白宁冰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种压迫感远超过此前的九幽老祖三人。正在挑大粪的黄泉圣主阴绝影，当他看到自家族老亲自登临苍云圣地的时候，立刻放下了愤头。作为七世家之一阴家的核心子孙，他发誓等到族老踏平苍云圣地之后，一定要让白宁冰粪坑花式蝶泳。然而天上的阴天辰并没有对白宁冰发火，而是极为客气说道：苍云圣主，老夫阴天辰特来苍云圣地请罪。这下换白宁冰懵逼了，前辈何罪之有？阴天辰抹了抹胡须，轻轻笑道：我那不孝子孙阴绝影听信谗言，才酿成大祸。老夫今日主要是为了面见林墨痕道友，特来赔罪。阴绝影阴天辰，白宁冰立刻明白了，原来眼前这位老者是黄泉圣主阴绝影的长辈。好家伙，以前也没有听说过阴绝影有如此修为的前辈。好，老者是黄泉圣主阴绝影的长辈。好家伙，以前也没有听说过阴绝影有如此修为的前辈。好在这位看上去比较面善，只是前来赔罪，避免了一场大战。于是白宁冰拱手道：既如此，我立刻禀报老祖，还请前辈到我苍云宝殿稍作等待。另一边苍云宝殿中，阴天辰安安静静地坐在安排好的座位上，等待林墨痕的到来。不过在那之前，白宁冰遵守诺言，先将阴绝影给带了过来。满眼幽怨的阴绝影见到自家族老的瞬间，表示十分不解。为啥族老不回家，族去搬另外3位族老？苍云老祖就算再强大，也不至于一条4干死4位3转以上的仙尊强者吧？此时阴绝影的脑海中突然传来了阴天辰的声音：言而莫及，老夫自有妙计。听见自家族老这么说，阴绝影心中的疑惑也就打消了。他默默地站在阴天辰身边，心中表示这把稳了。阴前辈，请用茶。白宁冰亲自为阴天辰斟茶。多谢白圣主。不过白圣主，林道友为何还未过来？老祖行事，我这个做弟子的也不敢多问。白宁冰品了一口香茗之后说道：或许再等一会儿，老祖应该就来了吧。然而阴天辰在苍云宝殿中坐了一个晌午，你都还没来。他和白宁冰两人光是喝茶都已经喝了2大壶。一旁的阴绝影终于忍不住直接怒道：白宁冰，你家老祖好大的架子！言儿住口！我等是客，又是登门赔罪的，等上一会又何妨？然后他又暗暗传音：言儿，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是苍云老祖在试探我们的诚意，他不怕老夫发怒，说明他的实力确实是3转仙尊境无疑，故意而为之罢了。阴绝影听见之后思索一番，闭上了嘴。白宁冰略微有些尴尬：老祖怎么还不来啊？方才去禀报的时候，不是说稍后就到吗？就在此时，只见苍云不是说稍后就到吗？就在此时，只见苍云宝殿外，一道熟悉的白袍身影终于出现。天辰立刻瞩目望去，不由自主的轻声疑惑了句：怎么居然是没有修为的凡人？你缓缓走进大殿，稍微有些喘气，但表情依旧绷得很直，心里却是在骂娘。特妙的第一次下太虚宫到苍云宝殿，这么长的云梯和山路累死爷了。因为你没有任何修为，这10来公里的路程你是硬走下来的，鞋底板都差点磨破。这位道友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你比较随意的坐在案前的蒲团上，然后端着茶杯狂喝一口，你是真的渴了。但在阴天辰的眼中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是强大的秘宝引你了修为，还是修为本来就远高于你，亦或是传说中的9转仙尊才能修炼的逆天功法？凡尘炼万法归一而不显其境。阴天辰用尽全力去观察你，眼球中甚至出现了大片血丝，但依旧看不出什么。无论怎么看，你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凡人，不折不扣的凡人。道友，你最近没有休息好吧？熬夜修炼伤身体。你看阴天辰眼睛都瞪得通红了，忍不住调侃了句。谁知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对于阴天辰而言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来之前为了对付你，他的确反复思索了很久，想了很多种覆灭苍云圣地的方案，却没想到你早已预料。加上方才你故意迟迟不来的举动，让已经活了上万年的阴天辰开始感到一些苦涩。他感觉自己好像底裤都被你看穿了。果然传言不虚，苍云老祖恐怖如斯。不过他毕竟是苟了数十万载岁月的顶尖强者，很快就平复了心理活动。林道友，还是谈正事。我此次是特地登门请罪的。阴绝影这小子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尊下，冒犯了苍云仙尊，还请网开一面。这里面有3万极品灵晶，用于赔偿苍云仙尊的损失。3万极品灵晶，白宁冰看到储物袋眼睛都看直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苍云圣地下面就有一条极品灵晶矿，1年的产出不足3万的1/10。不过你并不打算收下，对于你来说灵晶有个屁用，关键是名声值。这个叫做阴天辰的仙尊老者主动送上门了，不用来收割一波可惜了。再者说杀了他，这些灵晶也是你的。于是你又开启了装逼模式。区3万灵晶，当本座是叫花子呢？你这句话可谓是极其嚣张，根本没把阴天辰放在眼里，这无疑激怒了站在一旁的阴绝影。苍云老祖，你莫要欺人太甚。
3万极品灵晶都够你圣地10年的收入了。住口！林道友乃是你的长辈，岂能如此说话？林道友，也怪我考虑不周。极品灵晶对于一般修士作用明显，但像你我这样的仙尊修士用处确实不大。正好前一段时间，我偶然钓到了一条大鱼，与道友共享如何？说着，他立刻拿起身旁的鱼篓放到了茶案上。只见竹子编织的鱼篓之中，一条拥有黑白条纹的鱼儿在活蹦乱跳。殷天成轻抹胡须说道：“苍云圣主，此鱼非是凡鱼，出自虚空古河。”白凝冰听到这4个字后，内心微微一惊，对自家老祖更为敬佩。难怪老祖不要3万极品灵晶，原来是想要虚空古河中的东西。和老祖的城府比起来，简直差太远了。传闻虚空古河中栖息的生灵，乃是天域形成之初留下的灵种所传承，可不是3万灵石能比的。古籍中曾记载，虚空古河源头在北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此鱼名为虚鲲。我垂钓了1300年，也就得到这一尾而已。若不是有这仙宝级别的鱼篓，恐怕还真的困不住它。林道友，这虚鲲可是难得的宝物，你我共同享用此佳肴如何？听到这话，你一口就答应了，也没想这里面有没有坑，因为你在太虚宫宅了几百年，实在是没吃过啥好东西，平时都是吃丹药嚼灵草。今日这姓殷的老头既然想要秀一秀厨艺，那就先吃了再说吧。殷天成闻言立刻就动起来，他从袖间取出一把尖刀，开始剔鱼鳞。3下5除2，虚鲲就被处理好，只等着和配菜一起下锅。殷觉颖看着这一切十分的不解，无论是虚鲲还是阴阳根生草，都是稀世珍宝，怎能与苍云老祖分享呢？于是他悄悄传音道：“祖老，这不值啊！”殷天成一边烹饪一边回道：“婴儿，如此珍宝，你莫不是真以为我要拱手送人吧？虚鲲肉的确能增加仙尊修士的修为，阴阳根生草更是能激发其效应。两者共同烹煮之后，哪怕是一点点鱼肉，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但常言道，补药补到极致就是毒药。普通的仙尊只要喝上一口鱼汤，就能让丹田爆炸。老夫来此之前，去了一趟3大教之一的药神教，讨要了3粒尊丹，已经提前服用了。我最多可以吃6片鱼肉。这姓林的小子无尊丹辅助，老夫可以吃6片鱼肉。这姓林的小子无尊丹辅助，老夫敢保证，1片鱼肉下肚，不出半刻钟必然爆体而亡。”说话间，殷天成还在专心烹调着锅中的鱼。2个半小时过去，里面渐渐呈现一片金黄色，让人看上去极有食欲。桌前的白凝冰吞咽了口水，感觉到了鱼汤中蕴含着的强大能量。他隐隐感觉，若是能吸收掉其中一小块鱼肉，就能让他突破圣人境的瓶颈。前辈，此等佳肴可有名字？有，当然有。古籍上记载，这道药膳由虚鲲与灵草烹饪，所以有个典雅的名字菜虚鲲。你听到这个名字总觉得怪怪的。林道友，碗碟已备好，请用。殷天成的吃饭家伙还挺全套的，有刀有锅有勺子还有碗筷，你也不管那么多，先盛了一勺到碗里面，闻着扑鼻的香气，看着金色的鱼汤，夹起一大片鱼肉就吞入腹中。此刻面容一直十分和善的殷天成突然阴冷了下来。林道友，这菜味道如何？你听到这个问题，顿时就回忆起这几百年装大佬的经历。为了不暴露自己凡人的身份，你基本上只能偷偷吃点，那叫一个苦啊！所以这锅鱼肉对于你来说味道实在是鲜美。你都打算跟着殷天成交的朋友？什么秒杀仙尊的任务，在你吃完1片鱼肉之后就抛到脑后跟了。味道真的好极了，殷道友，你也赶快尝一尝。但这句话在殷天成耳朵里却是认为你故意在强撑，于是他马上不怀好意的再给你碗中加了几片鱼肉。味道既然不错，那林道友就多吃一些。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也不多想，趁着热乎嗦了一口汤，然后又开始品尝鱼片，吧唧吧唧，你不停的吃。殷天成不停的看，他死死的盯着你的肚皮，期盼着下一秒就爆炸。然而你都快吃了半条鱼了，却依旧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还在强撑吗？看你还能压制多久？殷天成内心已经在桀桀怪笑，十分期待你丹田爆炸开花的瞬间。此时你看了他一眼，发现这老头现在都还没动筷子，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吃，这给你整的有点不好意思。殷道友你也吃啊，别客气。殷天成一听知道这是你在给他下战书，但这一点他早有预料，提前就吃了尊丹。1片鱼肉入腹，狂暴的能量瞬间席卷了殷天成的丹田，他立刻调用之前服用过的尊丹的药力，将这股狂暴的能量进行转化。大约40个呼吸左右，殷天成的丹田渐渐归于平静，但还是低估了虚鲲和阴阳根生草搭配后的威力。仅仅1片鱼肉居然消耗了3枚尊丹的1/5的药力。殷天成一边思考一边感叹，抬头一看，却没曾想你表情依旧平淡。这苍云老祖居然还撑得住。看着你那毫无变化的表情，他怎么也想不通你为何一点事情都没有。难道这苍云老祖也提前服用了尊丹？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他之前故意放绝引到3生秘境，说不定早有准备。你见殷天成吃了一口鱼肉后就愣着老半天不动筷子，你都快给整条鱼吃完了，搞得你是真不好意思。于是礼貌地问了一句：“殷道友，难道是胃口不太好？”透过这句话，殷天成感受到了强烈的挑衅意味。老夫的胃口还可以吧？他马上夹起1片鱼肉，当着你的面吞了下去。狂暴的能量再一次席卷殷天成的丹田，然后被他用药力硬生生的压制下去。林道友，
该你了。殷天辰示意你也吃鱼，你觉得这老头还怪客气，马上又吃了一片。殷天辰不甘示弱，在你吃下一片后也跟着吃了一片，两人你一片我一片，看得一旁的殷觉颖一身的冷汗。族老，您一定要赢啊！尽管殷天辰曾说过自己和林墨痕不分伯仲，但殷觉颖不傻，看得出来现在自家族老处于劣势。这一片又一片鱼肉下肚，很明显殷天辰越来越吃力了。很快殷天辰就消耗光了3枚尊丹的全部药力，他望着碗里的第6片鱼肉陷入沉思，是吃还是不吃？但同样吃下如此多鱼肉的你，现在看上去好像还是个没事人一样。道友吃不下了吗？说话间，你又吃下一片鱼肉，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同为3转仙尊，我殷天辰不可能这么弱。于是他咬了咬牙，极为艰难地吞下第6片鱼肉。没有尊丹的辅助，鱼肉中蕴含的狂暴能量开始在他体内乱窜。为了压制住这股能量，短时间内殷天辰的境界直接掉到了2转仙尊。好在最后还是成功了，不过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他没有能力再多吃半份，哪怕是缩口汤。然而另一边的你又是几片鱼肉下肚，让殷天辰觉得简直匪夷所思。这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得到的尊丹比我要多？这不可能。且不说这仙界化气丹在药神教内也是稀世珍宝，就算他有更多，服用超过3粒多余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除非他的修为远超过我。一通分析后，殷天辰隐隐觉得自己有可能给殷氏世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个看上去只是凡人的苍云老祖，说不定并没有隐藏修为，而是修为远高于他看不出而已。因此当他在观察凡人模样的林墨痕时，脊梁骨已经是阵阵发凉。不过这会你并没有怎么注意殷天辰，因为你也感觉自己的肚子开始有些不舒服。一旁的殷觉颖敏锐地注意到了你表情的变化，然后兴奋地传音给殷天辰：族老您看，苍云老祖撑不住了。殷天辰定睛一看，发现你的脸色确实变得比刚才难看了一点，尽管这变化十分细微，却还是被他和殷觉颖捕捉到。事情的转机来了吗？然而他们盼来的却只是你的一个饱嗝，你感觉自己吃的有点多了，肚子撑得慌。之前正好抽到一瓶健胃消食片，你默默一都从里面取了出来。殷天辰仔细一看，整个人直接麻了，因为他看到了那满满一瓶子丹药，品级全部都超过了仙阶，超越仙阶的丹药要神教都炼不出来。你在殷天辰无比震惊的目光中，不紧不慢地打开瓶盖，在众人的注视下抓了一把，嚼着吃健胃消食片。前世的你基本都是当堂吃的，然而这简简单单的动作更是吓得殷天辰不敢呼吸。超越仙阶的丹药就这么直接吃了，还一下吃那么多，苍云老祖当真恐怖如斯，他绝对不是3转仙尊。殷天辰此刻已经生出了逃跑的想法，但当着你的眼皮子下，他居然连迈腿的勇气都没有。你这边吃下消食片后，肚子的那种撑撑的感觉立刻就消失了。不过可惜的是里面已经没鱼肉了，不知不觉间你发现自己居然吃了一整条鱼，但鱼汤还一大锅呢。于是你拿起勺子给自己碗里盛了一勺，然后又给正打哆嗦的殷天辰来了一勺。原汤化原食，殷道友，来再喝点汤。殷天辰赶紧摆手回绝：林道友，我已经饱了，真的喝不下了。殷天辰颤颤巍巍，说话都不利索，家里还有点事，我得先走了。喝一口嘛，喝了再走。尽管你一直保持微笑，但殷天辰现在怎么看怎么瘆得慌。但好消息是，他从你的话中品到，只要喝了这最后一口汤，就能离开苍云圣地，这里他是一刻都不想待了。早知苍云老祖如此深不可测，说什么都不会听殷觉颖这个龟孙子的话。事已至此也没办法，殷天辰只能硬着头皮去抿最后一口汤。谁知他才刚刚喝下去一滴，丹田就开始剧烈膨胀，里面强行压制住的能量随着刚刚那口汤一起爆发，狂暴的能量让他痛苦的说不出话来。你见状眉头紧皱：道友，你不会是想问厕所在哪儿吧？仙尊难道也要如厕吗？你有些尴尬，因为苍云圣地除了杂役房之外，好像没有修如厕，而且这殷天辰堂堂仙尊强者上杂役房上厕所，恐怕有点不合适吧。正在你给殷天辰找厕所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苍云宝殿内发出一声闷响。好家伙，殷天辰的丹田直接炸开，吓了你一跳，在他腹部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里面迸射出一堆金黄色的固液体混合物。你唰的一下站起身来，捂紧鼻，连连向后退了好几米，差点给溅在身上。我的妈，这太恶心了，这桌子不能要了。一旁的殷觉颖见到这一面，对着已经死去的殷天辰咚一下跪倒在地上。族老的丹田碎了，没有气息了，堂堂3转仙尊境的族老竟被林墨痕给玩死了。这位苍云老祖城府究竟有多深？最关键的是，殷觉颖担心族老的死可能会影响到7大世家相互制衡数万年的格局，他们尹家恐怕会被其他6大家族蚕食殆尽。你看着殷觉颖跪在金黄色的臭味里面，这人也不能要了。好家伙，这殷氏家族的人都这么不讲卫生的吗？就算长辈去世了，也不用跪在大便堆里吧？喂，殷觉颖啊，这位殷道友是你的长辈吧？他死了，你赶紧把他的尸首给带回去。此刻的你只想赶紧处理掉这具不可名状的尸体，然后找人把刚刚喝茶吃鱼的桌子给扔了。至于殷觉颖这边，当他听见林墨痕允许他带走族老尸体的时候，马上就想起殷天辰生前的谆谆教诲：颖儿，这苍云老祖是故意放你来找老夫的，你上当了。殷觉颖上了一当，所以害死了殷氏4大族老之一。这一次林墨痕上了一当，所以害死了殷氏4大族老之一。这一次林墨痕又要放自己走，殷觉颖已经感到绝望。苍云老祖
到底在谋划什么？鹰绝影想不通，但现在也不容他有多余的时间想通。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圣人境巅峰，怎么可能打得过恐怖如斯的林墨痕？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有等回了殷氏世家后，看看家主大人如何定夺。于是鹰绝影迅速用乾坤袋收下殷天辰的尸首，没敢多看林墨痕半眼，就催动修为逃离了苍云宝殿。望着鹰绝影远去的背影，白凝冰喃喃自语：老祖为何没有杀鹰绝影？从殷天辰不怀好意的登门拜，再到暴体而亡被鹰绝影带走尸首，整个过程的每一幕，旁观的白凝冰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开始白凝冰真的以为殷天辰是来登门请罪的，看到一半，他才明白刚刚老祖和殷天辰一直在暗处决裂。虽然他不明白最后老祖为什么要放鹰绝影离开，有可能是不屑于杀，也有可能暗含其他深意。难道老祖是为了给殷氏家族一个警告？白凝冰在思考，林墨痕现在也在思考。殷天辰就这么死了，浪费了一次装逼机会，太可惜了。没能用出一次秒杀仙尊的能力，你感到血亏？也不知道蹿死的给不给我加名声值啊！3日后，7大世家殷氏家族领地议事大厅内，一共4位老者位于高堂之上，审视着跪地忏悔的鹰绝影。这些人是目前殷氏世家最核心的高层，无一例外都是仙尊境为首的殷氏世家家主鹰岛，修为更是达到了3转仙尊境巅峰。天辰的确是丹田爆炸而亡，能把天辰逼到连逃走的勇气都没有。那苍云老祖修为简直深不可测。鹰岛分析道，其余3位2转仙尊境的族老也连连点头。如果殷天辰不死的话，他很可能成为殷氏的下一任家主。众人都觉得惋惜，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搞明白苍云老祖放眼回来的用意。其中众人都觉得惋惜，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搞明白苍云老祖放眼回来的用意。其中一位2转仙尊境的族老突然说道：“家主，这会不会和那件东西有关？”一提到那件东西，鹰岛脸色大变。如果苍云老祖真的想要那件东西，那就有点恐怖了。你们都这么认为？另外2人点了点头。北海的天看样子要变了。鹰岛不由得感叹一句，然后从乾坤袋里拿出一个紫色的小葫芦。罢了，既然这苍云老祖要与3大教去争，和星宿仙尊去争，那我就成全于他。颖儿，把这个带回苍云圣地，交到苍云老祖的手上。鹰绝影抬起头来，眼神中充满着不敢相信。家主不但不责罚于我，反而还将镇族仙宝紫宝葫芦拿了出来。颖儿，记住，你去之后暂时不要再回殷家了。我们殷家从此刻开始退出7大世家行列。鹰绝影以为自己听错了。家主，我殷家纵横天域100万载岁月，难道真的就怕一个苍云老祖？鹰岛看着一脸无知的鹰绝影，终究觉得他还是有些年轻。尽管鹰绝影过去是黄泉圣地的圣主，但也只是个圣人境而已，1日不入仙尊境，根本理解不了林墨痕的恐怖。所以鹰岛也不再多言，只是轻轻挥动袖袍，刹那间议事厅内，他们4人遁入空间，只剩下鹰绝影孤零零1人。随后整个殷氏世家仅用了3个时辰，所有5宗境以上的强者全部倏然消失。另一边苍云圣地，自从你看了殷天辰那不要太美的爆体画面后，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亲爱的星宿仙尊，您好，我是苍云圣地的林墨痕，你有空来我这儿吗？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年迈的仙尊和凡人一样，也憋不住如厕吗？写到这里你停住了。我到底在写些什么？也憋不住如厕吗？写到这里你停住了。我到底在写些什么？就在此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出现，检测到宿主震慑住整个殷氏世家，名声值加2000。你蹭的一下直接从鎏金宝座上跳起来，相比于之前几点名声值的加，一下加了2000，简直是笔巨款。最关键的是，除了这2000点外，名声值的增加还没停，名声值加120，名声值加90。名声值加64，就这一小会儿，你的名声值总点数蹭上涨，而且至少都是加好几十，只差500就要到5000名声值了，马上就能解锁系统商城了。只可惜名声值的增加速度在渐渐衰减，最终你目前的名声值面板停留在了4733这么多。宿主即将解锁商城功能，请再接再厉。你感觉系统在故意嘲讽，而且你也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上次抽奖浪费了一大笔名声值，早知道之前少抽一次奖了。不过系统刚刚怎么突然间加了这么多名声值啊？因为宿主此前完成了一次高质量击杀，这场高质量击杀带来的蝴蝶效应，可以给宿主提供海量的名声值。是殷天辰，他的击杀也算我头上啊！只要是仙尊，不管宿主用了什么手段，都算一个击杀。懂了，一个3转仙尊境死了之后，能带来这么多名声值，那星宿仙尊应该会大爆吧？你顿时来了兴致，重新提笔。然而你才刚刚写几个字，白凝冰带着鹰绝影急匆匆的就进了太虚宫。老祖，喜事，大喜事啊！你拿起信纸将它撕烂。白凝冰，你小子早不进来晚不进来，偏偏这个时候进来干嘛？老祖突然雷霆大怒，吓得白凝冰一激灵，难道刚刚打扰了老祖的修行？刚刚老祖撕掉的不会是什么功法吧？老祖，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高人人设差点被打破，赶紧绷住脸咳了2声，负手而立。凝冰说说吧，有何喜事？见老祖恢复了正常的神态，白凝冰长舒一口气。第一件事，7大世家之一的殷氏送了一件中阶仙宝过来赔罪。白凝冰说话间，用余光瞥了一眼鹰绝影，鹰绝影极不情愿地从乾坤袋中取出鹰岛交给他的紫宝葫芦。苍云老祖，家主愿意以此件4阶仙宝来换取苍云圣地的宽恕，并且家主还承诺
7大世家之一的殷氏将会永远的从北海天域中消失。白宁冰把这个紫色的精致葫芦呈到你手上。4阶仙宝，你虽然没有修为，但关于这个世界的记忆还是有的。仙宝的等级和仙尊境的等级一样，每多1阶就越稀有，而4阶仙宝的价值足以换取整座苍云圣地。想不到7大世家之一的殷氏居然有这种高级东西，但再高级的东西，作为凡人的你也用不了啊！唉，可惜了，只是一件废物。你心想这殷氏世家送这仙宝屁用也没有，还不如送个仙尊来的实在，所以你随口说了这么一句。然而鹰绝影耳朵听到这句话后欲哭无泪。4阶仙宝在苍云老祖眼里都是废物，他觉得自己永远没有机会让白宁冰洗厕所。老祖，第2件喜事是圣地山门已经完全重建，绝大多数弟子也接回圣地了。不过除了这2件喜事之外，目前圣地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老祖定夺。你微微点头，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白宁冰接着说道：老祖，经过上次一战，圣地目前虽然吸纳了原3大圣地的诸多高层战力，但护法长老等位置目前还是空着的。这些位置该如何填补？还请老祖指示。这一点你有印象？当时落日九幽还有黄泉3大圣地围攻的时候，苍云圣地这群二五仔全部倒戈了。现在的长老位置肯定不能再用他们。宁冰，你打算怎么办？回老祖，弟子打算面向整个北海天域，在3日后召开一次长老招募大会，并定下封后酬劳。白宁冰侃侃而谈，大概意思就是开一个招聘会，吸引一下北海天域的散修，或者挖走一些其他势力的高层。至于待遇嘛，就8个字可以概括：五险一金，待遇从优。上次吞并3大圣地后，目前苍云圣地中有海量的修炼资源，足够吸引武宗、武君乃至圣人境的顶尖强者了。你听了微微摇头，然后你副手说了3个字：仙尊境。仙尊境，老祖说的对，苍云圣地现在根本不缺什么圣人境、武君境。招募长老，就算来再多的武君和圣人，又有什么用呢？在仙尊境面前，不过都是蝼蚁罢了。可是北海天域明面上的仙尊境就1位，是星宿仙尊，那些隐世仙尊境个个都稳如老狗，怎么可能轻易问世露面呢？更何况他们基本上都是大教的老祖，苍云圣地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大。林墨痕将紫宝葫芦扔回给白宁冰，这件4阶仙宝用作招募仙尊境强者的酬劳，除此之外，愿意登临圣地的仙尊境，无论是否愿意成为圣地长老，圣仙宝库中的圣物随便挑。给仙宝送圣物，这种手笔连鹰绝影都给听傻了。圣物和仙宝是一个势力的底蕴，苍云老祖居然当大白菜送人，用重金砸出来的客卿是不如自己培养的。难道苍云老祖不明白这个道理？白宁冰虽然也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但老祖做事肯定是有更深的用意的。于是他拿着4阶仙宝紫宝葫芦，立刻出了太虚宫，开始安排这场招募盛会。在他的带领下，圣地很快就制作好了超过11张的长老招募会即将召开的传音符。短短1日间，整个北海天域都知道了林墨痕要送4阶仙宝的消息。一时间，各大势力暗流涌动。3日后，苍云峰上长老招募大会现场，无数修士从天域4面8方踏空而来。这些人悬在半空，黑压压的一片，足有数万之数。独自修行的散修、小型宗门的长老，还有皇朝的皇室等等。当然，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些来自大势力的探子，比如顾清寒就是其中之一。他来自北海天域3大教之一的月神教，是教中隐士长老之一，有3转仙尊境修为。这次月神教派他来打探紫苍云老祖的秘密，以及争夺4阶仙宝紫宝葫芦。至于为什么要选他，主要是看中了他稳健的性格，准确的说，他是过分稳健。例如，他如今已经修炼到仙尊境，成为了月神教隐士大能，至今都还和杂役弟子混在一起。更离谱的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惹了他，他也会先忍受下来。他会先打听这个弟子的所有人脉关系，确认不能威胁到他之后才会出手。尽管区区杂役弟子根本威胁不到他，但稳健就是他的座右铭。这次要不是老教主求他来打探消息，他说什么都还要继续苟在杂役弟子里面。而此刻，他已用秘法伪装成一位只有武宗境界的散修，不起眼的混在人群之中。苍云圣地不愧是天域最顶尖的势力啊！光是招收个长老就有这么大的排场。一位坐在青牛背上的长须老头啧啧感叹：拉倒吧，李老官，那是因为你那青山宗就你一个武君吧？宗门太弱，招不到好苗子，不是很正常的吗？有人打趣道：“武君怎么了？这边几位凡国的国主还是武宗的，不都来碰运气了吗？听说苍云圣地所有长老位置都是空出来的，机会大得很。你看这位道友，才武皇就敢来应聘苍云圣地长老。”李老官儿吹吹胡须，瞟了一眼自己身旁的一位头顶赤冠的修士，引来众人一阵哄笑。武皇放在一般的宗门或者皇朝里算是大能了，但在今天这个场面的衬托下，就显得十分滑稽了。一位较为年轻的武君看不下去了，嘲讽道：“区区武皇，不知道该说阁下是勇气可嘉还是愚蠢呢？一本座看还是赶紧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免得自讨苦吃。”站在他本座看还是赶紧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免得自讨苦吃。站在他身旁的一名武宗则是安慰道：“道友，以你的修为，要想被圣地看中，的确希望渺茫。不如招募结束后，加入我甲马王朝如何？本王必定将道友奉为座上宾，和皇室享有同等权利。”成为皇朝客卿，对于绝大部分武皇来说，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然而眼前的这位武皇态度异常的冷漠，压根没把这些武宗武君放在眼里，因为他的真实修为压根不是什么弱鸡武皇，而是和顾清寒一样是一位隐藏修为的仙尊。因此，也只有同为仙尊境的顾清寒才能一眼就认出他的真实身份。阳神教烈阳老祖，你居然也来了！这位武皇当然也看穿了顾清寒的身份，暗暗传音道：“顾丫头，老夫与你也有300年未见了吧？想不到今日你堂堂3转仙尊境，居然伪装成一个不起眼的武宗。果然不管过去多少岁月，你永远都是那么的稳健。”
步青寒听到这话，立刻翻了个白眼，然后回应道：“烈阳老祖，你要点脸吧？你4转仙尊境，阳神教巨卿一般的人物，悄悄化妆成武皇，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放屁！烈阳老祖呵呵回应：“老夫这叫谨慎。落日黄泉九幽3座圣地覆灭，因是世家消失，都出自苍云老祖的手笔。苍云老祖此人实力不容小觑，况且他突然放出消息，要送出如此重要的紫宝葫芦，谁知是真是假？万一是个圈套呢？所以老夫必须谨慎。”提到紫宝葫芦，顾清寒的眼神立刻凌厉起来，因为这件4阶仙宝非同寻常，远超一般仙宝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阳神教和月神教要派他们2个来的原因。而那件仙宝此时此刻就被立在远处太虚宫的顶上，遥遥望去，葫芦周围散发着一层又一层的氤氲紫光。你坐在太虚宫内，正在接受白宁冰的工作汇报。这次招募报名的强者很多，光是顶尖境界的一共有400多位。你一如既往地保持高人风范，闭着眼盘坐在鎏金宝座上。有仙尊境否？白宁冰摇头，为老祖暂时没有仙尊境大能出现。我知道了，你暂去吧。你挥了挥手，示意白宁冰退下。等到白宁冰完全退走之后，你才放松了自己紧绷的脸。没有仙尊境的话，还是先苟在太虚宫好了。然后你从桌案上取出一张崭新的白纸，给星宿仙尊的邀约信差点给搞忘了。长老招募大会距离太虚宫这么远了，这次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了吧？你这样想着，然后握住狼毫笔开始写信。亲爱的星宿仙尊您好，我是苍云圣地的。写到这里，你顾停顿了下，虚晃一枪。的星宿仙尊您好，我是苍云圣地的。写到这里，你顾停顿了下，虚晃一枪，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然而你正准备续写的时候，太虚宫顶苍穹之上突然一声霹雳，这霹雳声异常响亮，打得你内心砰砰响。你感觉自己觉醒了某种特殊的体质，这种体质的名字可能就叫写信必被干扰神体。此刻那霹雳中间空间都被撕碎，钻出9条巨龙，拉着一口巨大的棺材。位于苍云山顶的众人抬头仰望着这震撼的一幕，因为那9条巨龙无一例外都是圣级灵兽。至于那口棺材，必定是仙宝无疑。9龙拉棺，此人是谁？居然如此有逼格！在众多圣人劲武军境的围观下，9条巨龙振翅翱翔，来到了太虚宫上空。苍穹中的霹雳惊雷渐渐消逝，只见9条巨龙拉着的棺材盖子被缓缓打开，里面爬出一名中年修士，他身披黑甲，站在巨棺之上，在阵阵龙吟的包围中睥睨着脚下的众人。苍云老祖何在？他声如洪钟，响彻云霄。混在人群中的步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定睛一看，几乎同时看穿了这人的修为。仙尊境，2人脱口而出。尽管这个出场逼格满满的男人只是1转仙尊境，但无论是顾清寒还是烈阳老祖都不曾见过这个男人的面孔。也就是说，此人绝不可能来自北海天域的几大势力，是散修。2人相视一眼，同时得出这个答案。烈阳老祖身为阳神教巨擘人物，活了无数岁月，见过不知道多少天资卓越之辈，但从来没有见过散修正道仙尊境，而且这人还驯服了9条圣级巨龙，并且拥有一件仙宝，实在是不可思议。苍云老祖何在？见太虚宫内没有应答，中年修士加大音量又喊了一句：“你实在受不了了！”走出太虚宫，负手站在殿前。苍云山顶，所有修士看到林墨痕出现后，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议论声嘈杂一片。苍云老祖出现了！传闻中3大仙尊境老祖同时出手，也不能伤到苍云老祖分毫。今日得见，果然有强者风范。人群之中有不少其他几大圣地派来的探子长老，当他们第一眼见到凡人模样的林墨痕后，立刻就确认了信息的真实性。只是不知道9龙拉棺的这位前辈找苍云老祖何事？究竟有几转仙尊境？从气势和仙运上看，9龙拉棺的这位肯定是仙尊境，但这些人的修为不够，看不透他到底是几转。此刻见到凡人样子的林墨痕从太虚宫中出现，中年修士微微一惊，然后马上平复下来。然后他站在棺木上抱拳说道：“在下叶凡。”步清寒和烈阳老祖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已经确定这个叶凡就是一位散修，而你只关心他是不是仙尊境。如果是仙尊境的话就好办了，如果不是仙尊境的话，必须要维护好自己绝世强者的形象。毕竟今天苍云圣地汇聚的人比上次3大圣地围攻还要多，露出破绽被发现的话就完蛋了。于是你再一次开启自己的装高手模式。叶凡没听说过。无论如何，气势要够。苍云老祖有够狂的，居然这么轻蔑这位散修仙尊。围观的数万修士听见苍云老祖这样回应，十分期待9龙拉棺上面叶凡的反应。然而叶凡并不发怒，而是淡淡回道：“苍云老祖，你没有听说过我很正常。”因为我是一名散修。提到散修2字的时候，叶凡还故意提高了声量，因为他很期待现场数万修士的反应，还有你的反应。这位仙尊境前辈居然是散修。今日登临苍云圣地的数万修士中有不少都是散修。当他们听见叶凡亲口说出自己是散修后，既有兴奋也有不可思议。只有同为散修的他们才明白散修修炼到仙尊有多难。如果要形容的话，只有5个字可以形容：男人生孩子。所以这数万修士中，绝大多数散修只有5宗，很少一部分能突破到5军。而圣人至今为止，只有10万年前名声大噪的6丁散人达到过这个境界。至于仙尊，自从北海天域拥有历史以来，散修当中从未出现过一人，所以今日叶凡的横空出世，让这群散修热血沸腾。散修们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掀起了滔天气势。叶凡等的也是这句话，他张开双臂，面对着数万修士，慷慨激昂地说道：“我叶凡天生圣体，10岁便入武皇，5年之后入武宗。那一年，我入远古暗林詹宗及金翅大鹏，又5年后入5军，随后战38路补至5军。此一战天昏地暗，从此龙须遗迹中再无人敢称5军。在5年后成圣人，宿命之战遭到3大圣人围剿，我将其神魂湮灭，永世不得轮回。10年之后终成就仙尊之位。”然后他看向林墨痕：“前日我听闻道友以1敌3，连灭3大圣地，如今我已正得1转仙尊境圆满，因此特来与道友一战。”叶凡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异常的自信，现场的数万修士全都被感染了。难以想象，只用35年就从凡人修炼到5帝，这是何等妖孽的天赋！现在两边，一边
边是前一段时间在北海天域中声名鹊起的苍云老祖，另一边是横空出世的妖孽散修叶凡。两人一战究竟谁胜谁败？此刻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一战，而这一战已经箭在弦上。这种期待感让所有人都忘记，今日本应该是一场长老招募大会，而顾清寒和烈阳老祖此刻也希望想通过这一战摸清楚林墨痕的真正实力，而且他们都认为此战胜负难料。尽管从目前所知的情报上看，苍云老祖的修为貌似要高一些，但这个叫叶凡的实在太妖孽了，这种经历简直就是这片天域的位面之子。苍云老祖，你可敢一战？叶凡从巨棺中取出一杆长枪约战林墨痕。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仔细观察那杆枪后，发现那居然也是一件仙宝。尽管它和那口棺材一样只是2阶仙宝，不如4阶的紫宝葫芦。这场战斗，苍云老祖应该要用紫宝葫芦吧？有些眼力超群的圣人也能看出那杆枪的不凡。如此妖孽的成帝经历，加上2件仙宝和9条圣级巨龙辅助，顾清寒感觉如果不用紫宝葫芦的话，即便是自己出手，至少也有3成几率会败。然而太虚宫殿前，刚刚听了叶凡那么多话的你，此时心中没有掀起一丝波澜，因为在那些逼格满满的话中，你其实就听见了2个大字：仙尊。叶凡已经迫不及待与林墨痕一战，然而他得到你的回应只有4个字：你太弱了。但他并不被你的轻视所惹怒，在叶凡眼里，只有这样的苍云老祖才配得上与他一战，并且他也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越级战胜林墨痕。因为叶凡除了拥有混沌古棺和破日金枪2件仙宝之外，还有其他底牌，例如他的黑色铠甲里面寄养着一位远古时期超级大能的灵魂。当他陷入绝境，位于生死线上之时，这位超级大能就会出手一次，威力相当于6转仙尊境。6转仙尊境足以碾压一切。当然，叶凡并不认为林墨痕能将他逼到这种绝境之中。苍云老祖，你怕？叶凡竖立着破日金枪，怒发冲冠，你面无表情，淡淡回应道：“杀你！本座只需略微出手。”苍云老祖此话有些表情，淡淡回应道：“杀你！本座只需略微出手。”苍云老祖此话有些嚣张，这是顾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听见林墨痕这样回应后的第一反应。但你接下来的话更嚣张，聒噪，只需1招，本座就能灭杀你。顾清寒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招灭杀这个叶凡，他自认为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苍云老祖有烈日老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4转仙尊境。可4转仙尊境，这不可能吧？此刻叶凡握紧金枪，仙尊修为涌动，气势恢宏。很好，出手吧，苍云老祖！你毫不客气，微微抬手，开启，然后对着9龙拉棺的方向就是一指，指尖之上环绕着铭刻着金色符文的圆形光圈。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仙尊能力，特效随机匹配中。丁大荒球天指同款特效匹配成功，一束耀眼的激光从你的手指中射出，并且越来越粗，朝着叶凡而去。叶凡还来不及反应，手中的长枪和脚下的巨棺好像被扔进了熔炉一般，瞬间湮灭。而他本人站在这光柱中间，宛如一粒不起眼的灰尘。他后悔挑战林墨痕了。前辈救我！绝望之中，叶凡呼唤着黑色铠甲下面潜藏着的灵魂。生死之间，他胸口处一道黑色的残影出现。然而下一秒，这道黑色残影就和叶凡一起湮灭在激光柱之中。叶凡被轰杀的渣都不剩，而这一指伴随着轻响，最终点亮了苍穹。那刺目的光芒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丁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北海天域位面之子，名声值加2000，获得白色宝箱1。丁检测宿主名声值已经达到5000点以上，商城功能已解锁。在秒杀叶凡之后，你的脑海里传来了一连串系统的声音。这个叶凡是位面之子啊，难怪出场逼格这么高。这个白色宝箱是怎么回事？击杀位面之子。这个叶凡是位面之子啊，难怪出场逼格这么高。这个白色宝箱是怎么回事？击杀位面之子报的物品吗？你直接开启这个白色宝箱，获得龙神仙宫地图1，获得龙神仙宫秘钥1，一张地图和一把钥匙。你正准备看物品介绍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出现。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龙神仙宫遗迹。任务目标：3日内前往龙神仙宫遗迹获取龙神遗骸。任务奖励：解锁签到功能。任务失败惩罚：名声值清零，宿主是凡人的事实将暴露。注意，此任务无法拒绝。你听了这个隐藏任务的描述，这简直就是在把我往火坑里推啊！秘境里肯定危险重重。这种没修为的凡人过去，岂不是稳稳的送人头？特喵的系统，你是故意的吧？苍穹之上，光芒褪去，顾清寒和烈阳老祖难以平复自己的内心深深的震撼。林墨痕的那一指太过惊世骇俗，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而且当时的激光柱中那道气息极为强大的残影都被激光给湮灭了。气息比我要强，至少也是5转仙尊境的水平，5转仙尊境都被……烈阳老祖喃喃自语。如此说来，这苍云老祖是5转巅峰，还是6转，亦或是和老教主一样，已经达到了7转仙尊境？烈阳老祖望着远处的林墨痕，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想法：难道说苍云老祖和老教主一样，也是执旗人之一？联想到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本来就超级谨慎的烈阳老祖越想越感到细思极恐，不行，得赶紧离开苍云圣地。月神教的顾清寒此刻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处于这位苍云老祖部下的局中，过分稳健的他现在非常后悔答应月神教老教主交代的任务。这苍云圣地太危险了，他现在只想赶紧返回月神教的杂役封狗住，希望苍云老祖没有发现我吧。顾清寒和烈阳老祖正这么想着，却发现太虚宫外的林墨痕突然将目光投向这边，两人心间猛然一颤，因为他们发现林墨痕的视线好像正好落在他们2个身上。糟了，苍云老祖发现我们了！一时间，无论是顾清寒还是烈阳老祖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如果林墨痕真的有7转仙尊境的话，要想拿捏他们只是简简单单，哪怕他们立刻撕碎空间，7转仙尊境的超级大能也能将他们从空间里面给逮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顾清寒急得焦头烂额，烈阳老祖也紧张的冷汗直冒。苍云老祖这是在警告我们，还是动了杀心？然而短暂的3个呼吸后，林墨痕移开了目光。顾清寒和烈阳老祖如释重负。看样子，苍云老祖并没有要杀我们的打算。顾清寒长舒一口气，对烈阳老祖传音道。烈阳老祖连连用衣袖擦拭额头上的汗水，回应道：丫头，我俩这算是从鬼门关上捡回了一条命啊！苍云老祖明明发现了我们，却为何放过我们？烈阳前辈，依你看来，究竟有何用意？烈阳老祖拍拍脑袋回答道：丫头，你忘记今日苍云圣地开设道场的目的了？长老招募大会。听烈阳老祖这么一提示，顾清寒悟了。苍云老祖这是希望我们加入苍云圣地太虚宫外，以保持老祖风范，负手而立，秒掉位面之子叶凡。接下隐藏任务后，你望了望远处的苍云山，刚才那一指拉风的惊天动地，应该镇住这些5皇以上的强者了吧？要不要在外面看看长老招募呢？你暗暗想着，望着人群观察了几秒钟，算了，还是先回太虚宫苟住吧。虽然刚刚那一指的特效确实很帅，但你最终还是放弃了待在外面的想法。这儿毕竟有数万5皇以上的强者，随便拎出来一个就能秒杀你，不怕胆子大的，就怕脑子有问题的，万一突然从里面冲出来一个神经病呢？所以还是回去苟着比较好。另外，系统发布这个龙神仙宫遗迹的坑爹任务，你还得仔细研究研究怎么办。然而，当你刚刚发布这个龙神仙宫遗迹的坑爹任务，你还得仔细研究研究怎么办。然而，当你刚刚移开视线，正准备转身返回太虚宫的时候，远处人群中间喷射出2道耀眼的金光，金光之下，林墨痕看到2个人，是顾清寒和烈阳老祖。此刻他们撤去自己的伪装，霎时间2人的气息暴涨。5军圣人巅峰，1转仙尊境，2转仙尊境，仙尊强大的气息在人群之中四散，把那些原本还沉浸在林墨痕一指点亮苍穹震撼中的修士们拉回现实。人们惊讶地发现，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武宗，还有一级不起眼的武皇，居然是2名逆天大能。众道友快看，我们种出了2位仙尊！此刻，一名有圣人境修为的长髯修士高声惊呼，众人的视线完全汇聚在顾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这边。仙尊，居然又是仙尊！想不到老夫迟暮之年还能亲见仙人降世。北海天域明面上的仙尊境就只有星宿仙尊1人，所以绝大多数修士一辈子都见不到那些已是仙尊境。今日苍云圣地前后一共出现3位仙尊，小势力的修士自然激动无比。此刻只见顾清寒退凡人的面孔，露出绝美的容颜，一袭血衣的包裹下，让人感到圣洁无比，高不可攀。烈阳老祖的变化倒不算太多，唯一的区别是，当他的气息攀升至4转仙尊境的时候，头顶的赤冠幻化为一轮赤色的火球，像太阳一样悬挂在空中。雾丫头，我们去见苍云老祖吧。烈阳老祖沉声说道。顾清寒微微点头，2人踏空而行，每走一步，周围就会出现一次冰火2重天的异象。那位嘲笑过烈阳老祖是5皇的5军境的修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说了不该说的话。他想后悔，但已经晚了。当烈阳老祖经过他时，灼热的赤炎直接将他的身体瞬间抽干，然后化为灰烬。其余修士看到这位5军如同蚂蚁一样被烈阳老祖碾死后，身体恐惧的直打哆嗦。那可是5军，天域之中随手就能灭掉一个皇朝的存在。众人目送着2人靠近林墨痕，而他们来到林墨痕面前后，立刻就收敛了仙尊气息。毕竟在林墨痕这种超级大能眼皮子底下，还是低调一些比较好。小女子顾清寒见过苍云老祖。在下烈阳见过苍云老祖。2人毕恭毕敬，给林墨痕行的是尊敬长辈的弟子礼。顾清寒这个名字似乎有些耳熟，有一些活得比较久的修士在听到这各个名字之后，似乎想起了什么。青山宗的那位5军境的李老官儿就是其中之一。此时他的脑海因为顾清寒这个名字，浮现出一座伫立在神月之上的神秘莫测的宗门，而他幼小的自己就那么呆呆地站在下面仰望着。顾清寒，我想起来了，他是月神教当年从未露过面的4大护教长老之一，圣雪仙子。不会吧，他不是早就已经作画了？那只是月神教对外的说辞罢了。天域之中，星宿仙尊1人独尊，其他强者成就仙尊境之后，基本上都退居幕后，只是对外宣称作画了而已。你们看圣雪仙子身边的那位头顶赤阳的大脑，虽然来历不明，但修为恐怕还要比圣雪仙子还强不少。只是圣雪仙子堂堂月神教的大脑，怎么会对苍云老祖行弟子礼？李老官儿不理解，许多的修士都不理解。3大教是仅次于星宿仙宫的事，就算苍云老祖修为再高，也不至于让出自月神教的顾清寒以弟子身份自居吧。更何况圣雪仙子可是仙尊啊，让一位仙尊行弟子礼，啧，在北海天域，除了星宿仙尊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做到。就算有其他人，那也只有可能是3大教的老教主。苍云老祖恐怖如斯啊！这么看来，他的真实修为应该与星宿仙尊相差不多。像我这样的武宗，估计有100万个都不够苍云老祖打的。顾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行弟子礼，对林墨痕已经足够尊重，但让他们2个感到意外。老祖打的。顾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行弟子礼，对林墨痕已经足够尊重，但让他们2个感到意外的是，行礼过后却迟迟得不到林墨痕的回应。难道我会错苍云老祖眼神中的真正含义？顾清寒和烈阳老祖顿时压力山大。如果是这样的话，顾清寒和烈阳老祖眼神短暂的交流后，果断得出了结论，他们应该没有会错苍云老祖的意思。苍云老祖不回应，可能是因为自己诚意不足，没有让苍云老祖买。于是2人几乎同时开口说道：“我愿加入苍云圣地，并且献出2万极品灵晶。”烈阳老祖脱口而出3万灵晶。顾清寒瞪了他一眼，顾清寒表示：“好家伙，论狗还是你烈阳老祖更狗啊！”于是他赶紧补上1万，然后又加了5000。小女子出3万5，我出4万，我出4万5，我出6万。烈阳老祖急急忙忙从袖子里掏出6个乾坤袋，每个乾坤袋都装着1万极品灵晶。顾清寒全身的家当一共就只有5万，拿不出更多，只好无奈作罢。烈阳老祖内心暗喜，哼，
哼，老夫好歹比你这丫头多活几万年，比财力你还嫩点。其实就算顾清寒还能拿出1-2万，他也不怕，因为在他的鞋子里还藏了2万极品灵晶，这是我们对圣地的一点心意。两人奉上灵晶，期待着你的反应。你绷着脸，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顾清寒和烈阳老祖还是倍感压力。就在这重压之下，你突然开口说话，你们两个知道龙神仙宫遗迹吗？听到这句话后，顾清寒和烈阳老祖身体猛然一颤。龙神仙宫遗迹这个地方，他们两个不仅听说过，而且还很熟，因为就在半个月前，月神教与阳神教的老教主才进入其中寻找大机缘去了。果然，苍云老祖和老教主一样，是这天域大事的执旗人之一。我们听说过。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两人抢着回答。你微微点头，然后示意他们两个跟着他进入太虚宫。根本坐来。回到太虚宫，你坐回鎏金宝座上。顾清寒和烈阳老祖小心翼翼地站在下面。从今日起，你二人就是我苍云圣地的太上长老。是。你居高临下看着他们两个，感到十分欣慰。这两人都是仙尊境，不正好可以当自己的随身保镖吗？到时候下副本的时候，仙尊境之下小怪就由他们两个清，网上的大怪就自己来好了。于是你拿出系统那里得到的龙神仙宫地图，扔向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两人一左一右正好接住。这是龙神仙宫遗迹的地图。顾清寒和烈阳老祖看着地图上各种重要的标记，惊讶道：老教主找了数万年都没有寻到的东西，原来是在苍云老祖的手里。你看着他们两个脸上那吃惊的表情，心想这两人应该是看明白了，前世的你其实是个路痴，即便有卫星地图，很多时候都看不明白该往哪儿走，更何况这玄幻世界的地图太过于抽象，东一笔西一笔，你就更看不懂了。3日之内，本座要前往龙神仙宫遗迹，你们可愿跟随？你一本正经说道。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两人自然是要选择跟随，他们猜测苍云老祖估计早就算到了月神教和阳神教会派遣他们两个来拿资宝，选择让他们两个跟随进入龙神仙宫遗迹，估计也是布局之一。没办法，谁让这就是天域中真正大人物的手段。2日后，一座幽暗的峡谷内，一位赤袍老者盘坐在一块岩石之上，手里紧握着一个精致的轮盘。没错，这个轮盘是一件6阶仙宝，名曰天机盘。在他的面前有一道布满禁制的石门，即便是7转仙尊境的他，也没办法用蛮力打破。而他就是阳神教第3代教主陈野，烈阳老祖口中提到的老教主。这里就是龙神仙宫遗迹的入口。不对，这不对啊！陈野喃喃自语。与此同时，他还在不断的拨动轮盘，试图推演着他想要看到的天机。按照天机盘的演算，那个开启遗迹入口的位面之子早就应该出现了。陈野想不通，因为他明明已经推演过上万次，每次都得出结论是那个位面之子会开启遗迹入口，可位面之子呢？陈野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如果是有人篡改了天机，天机盘也不应该测算不出啊。陈野天机盘也不应该测算不出啊。陈野紧锁眉头，觉得不可能有人能躲过天机盘的推算，除非那个人的强大远超这个位面。当然，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难道是天机盘坏了？陈野正这么想着，幽暗的峡谷尽头出现了一位和他同等气息的绝美少妇，而他就是顾清寒口中提到的月神教老教主李月儿。他和陈野一样，也是提前在这儿等位面之子出现。当然，他也遇到一件怪事，就是最近这2日，龙神仙宫遗迹的位置好像暴露了。刚刚他去峡谷外面看了一眼，已经有大量的修士从4面8方汇聚过来。不可能啊！当初我明明用秘法屏蔽了这里的气息，怎么还能被别人找到呢？来到陈野身旁，李月儿询问道，结果还是一样。陈野点头，又询问他：你那边呢？李月儿摇头回答道：按照天机盘的演算，开启入口的人应该是仙尊境，而且是独自前来。但现在外面却来了很多天机不曾推算到的人，修为全在仙尊境之下。陈眼追问：会不会是那人隐藏了修为，混在了人群之中？毕竟他是位面之子，手里很有可能也有一件推演天机的仙宝。如果他推算出我们再推算他，自然会制造出一种不一样的假象。李月儿还是摇头，不太可能。天域之中，除了杏宿仙尊一人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我看不穿。即便他是位面之子，还未成长起来，又能有多少手段？最近苍云圣地的苍云老祖风头正盛，会不会是他在搞鬼？苍云老祖，李月儿略微有些不屑。他最多不过4转仙尊境，不可能是他。李月儿7转仙尊境，在北海天域中是前5的存在，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不可能出现走眼的情况，也不可能判断失误。然而他话音刚落，你就带着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从峡谷中出现。丁宿主成功抵达龙神仙宫遗迹入口，隐藏任务时间限制增加。你看到隐藏任务的信息栏，探索时间又增加了3日。丁苍云圣地长老招募大会圆，探索时间又增加了3日。丁苍云圣地长老招募大会圆满完成，声名远播获得额外奖励，名声值加500。丁由于宿主击杀叶凡，并且成功收下2名仙尊境长老，对北海天域中各大宗派、皇朝家族等形成名声2次传播，名声值持续增加中，名声值加12，名声值加5。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下，你面板上的名声值已经超过了12000，终于有1万多了。有机会逛一下系统商城吧。上次解锁了商城功能，一直没机会用的原因就是商城里面的东西太贵，基本上都是1万消费起。不过呢，好在这次从苍云圣地出发，一路上也没人敢招惹，毕竟有2个仙尊境工具人的存在，商城里面的东西也暂时用不着了。前辈，遗迹的位置信息已经散布出去，周边各大势力派了不少人过来。顾清寒说道。你微微点头，这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在修真界实在是太危险，特别是探索这种连天之骄子都有可能陨落的秘籍，所以你决定多搞一些人来，让他们先在前面排雷。前方就是遗迹的入口了，那里有一座石门。烈阳老祖指向前方深邃的空间，同时也看到了盘坐在
在岩石上的阳神教老教主和一边的月神教老教主。当然，陈衍和李月儿也看到了他们。烈阳，你怎么来了？陈衍放下天机盘，诧异道：“你不是应该在苍云圣地吗？”李月儿看着顾清寒，同样问道：“雪丫头，你又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又看向两人中间风度翩翩、仙风道骨的林墨痕，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完全看不透这个男人。此人是谁？作为北海天域屈指可数的超级大能，李月儿自然不会蠢到认为眼前这个他看不透修为的男人只是个凡人。但问题是，连7转仙尊境的他都看不透的人，说明修为已经达到了8转乃至9转，而8转以上修为的，整个北海天域目前只有一人，那就是星宿仙尊。很显然，这个男人并不是星宿仙尊。排除掉这个选项之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他应该是天机盘推算的位面之子。李月儿赶紧走到顾清寒身边，拉着他的手说道：“雪丫头，交代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为什么你和位面之子在一起？”顾清寒一脸懵逼：“老教主，什么位面之子？这位是苍云老祖林墨恨林前辈。”苍云老祖，雪丫头，你当我人老眼花了？苍云老祖区3、4转仙，真境修为，怎么可能是他？李月儿不信，顾清寒只好把2日前苍云圣地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给他讲了一遍。你没开玩笑吧？叶凡被苍云老祖一直秒杀。李月儿听完弄清来龙去脉之后，若有所思。这么说来，这个叶凡应该才是位面之子，那这个苍云老祖就有些恐怖了。事关重大，李月儿悄悄给盘坐着的陈衍传音道：“位面之子叫叶凡，已经被苍云老祖给劫杀了。”我耳朵不聋，早就听见了。陈衍紧锁眉头，意味深长地望向身穿白袍的林墨痕，回应李月儿道：“而且刚刚我已经用天机盘推算过他，结果怎么样？在他的命格中，似乎有一种超越天道的存在伴随，所以我无论怎么推算，天机盘给出的结果都只有一个，他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尽管陈衍给出来的这个结果在李月儿的意料之内，但他还是想再确认一下：“你确定没有算错？这苍云老祖劫杀位面之子，不受天机测算，命格真的有这么特殊？”陈衍无奈摇头：“我也希望是我算错了。劫杀位面之子，并且屏蔽天机，以凡人的姿态出现在龙神仙宫遗迹，天机盘无法测算，这一切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实力太弱，他的修为远高于我们。”陈衍收起天机盘，然后站起身来到你面前行礼道：“在下阳神教陈衍，见过林道友。”同时李月儿也开口说道：“在下月神教李月儿，见过林道友。”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超高质量名声传播，名声值加1000。在陈衍和李道友，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超高质量名声传播，名声值加1000。在陈衍和李月儿行礼的瞬间，你的名声值就又涨了1000点。陈道友、李道友，你回礼。然后看向身边的顾清寒和烈阳老祖，暗暗想着，又居然碰到2人的老乡了。顾清寒和烈阳老祖却从你的眼神中读到了令他们压抑的气息，于是赶紧解释：“是前辈，他们就是岳阳神教老教主。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苍云圣地，自然会竭尽全力为苍云圣地做事，日后与神教再无瓜葛。”2人十分的狗。当他们看见连李月儿和陈衍都要屁颠的过来行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一定要死抱住林墨痕的大腿。这下正好对林墨痕表个忠心，以后才能活得更久啊！李月儿和陈衍作为2大神教的第3代教主，虽然早已不管教中的事情，但看到顾清寒和烈阳2人公然叛教，内心还是有些郁闷的。好家伙，让你们去调查，你们直接给投敌了。不过作为北海天域真正的大人物，他们2人的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并未发怒。此时的你则是有了新的想法。你看着陈衍和李月儿2人，感觉看到了2个新的工具人。这2人是月神教和阳神教的老教主，修为估计在仙尊境中也是佼佼者。如果能够好好利用一下的话，说不定能在他们身上刷不少名声值。装逼是要有衬托的，他们2个不就正好是完美的背景板吗？而另一边的陈衍和李月儿此刻也在思考着怎样利用林墨痕一起进入遗迹秘境。于是他们3个互相看着对方，脸上保持着微笑。峡谷之上一线天，前来探索龙神仙宫遗迹的大部队已经陆续赶到。看来这峡谷下面应该就是龙神仙宫遗迹的入口了。悬崖之上，一位青袍白发手中拿着拂尘的强者凝视着幽暗的峡谷。他来自星云宗，名叫赵成，是宗内的太上长老，乃是一名武皇。今日与他同行的还有2位来自大晋皇朝的皇室成员，一个叫司马勋，另一个叫司马区。2人修为稍次一些，但也达到了武王境巅峰。赵老，听说隔壁的赵老，听说隔壁的大齐皇朝这次也请来了一位武皇强者相助。若真是如此，我们恐怕得提前做打算啊。2位这是说哪里话？我星云宗背靠大晋开宗立派，本就应该互帮互助。这一次秘境之行自是重大，老夫定然竭力而为。如此便多谢赵老了。 2位，我们先下去吧。赵成轻轻拍打拂尘，这龙神仙宫秘境有大机缘，若是让其他人捷足先登，可就失了先机了。3人催动修为，背后长出一对灵气翅膀，从一线天上飞了下来。很快，3人就来到了禁制石门处，看到了林墨痕等人。赵成感到诧异，大晋皇朝距离龙神仙宫遗迹最近，我作为武皇强者接到消息后，马不停蹄赶来。按理说应该第一批抵达，没想到居然有人赶在了我们前面。赵成示意司马勋和司马区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需要判断一下前面的林墨痕等人是什么修为。于是他的视线从顾清寒开始，一直扫描到陈衍结束。怎么5个人都是凡人？赵成以为自己眼睛花了看错，于是他又重新确认了一遍，横看竖看上看下看，无论从哪个方向看，林墨痕等人还是没有任何修为。赵老，怎么了？司马勋和司马区2人凑了过来询问道。赵成毕竟是武皇，少说也是苟了上千年的人物，自然不会草率的把林墨痕等人真的当做凡人，他需要确认一下。于是对司马勋2人吩咐道：“我们过去问问，记住务必要对前面几人客气一些。”赵成走向林墨痕这边，没有摆出武皇的架子，3人一起对着林墨痕行了一礼。林墨痕回了一礼，陈岩等人见林墨痕回礼，就不端着仙尊架子了，也对着赵成
行礼以平辈相论。若是平时的话，区区一个五皇蚂蚁一般的角色，他们看都不会看一眼。几位也是打算探索遗迹，寻求机缘的？赵成试探性的疑问。陈岩几人看着林墨痕，想看看他怎么回答，再回答。没错。你简单回答着林墨痕，想看看他怎么回答，再回答。没错。你简单回答道。既如此，若几位道友不嫌弃的话，我们同行如何？哦，忘了介绍了，在下赵成。这两位是司马勋和司马区两兄弟。赵成继续试探道：“不知几位道友先乡何处？”大晋皇朝，星云宗。你表示自己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就说明这是个小地方。既然是小地方，那就进一步说明眼前的这个手持拂尘的老头修为绝对在仙尊之下，是可以轻松秒杀自己的存在。我等都是散修，修为松散不值一提。你的回答尽量低调。顾清寒也附和道：“对，我们都是散修，修为不高。”赵成听罢呵呵笑道：“就算几位是散修，肯定也不是一般的散修。几位的气息神秘莫测，在下以五皇镜的眼力根本看不出几位的真实修为。”你抓住了赵成这句话中的五皇的字眼，五皇可做到灵气化一，强的一笔，所以你决定再低调些。原来是赵前辈，你说出了前辈二字，引得陈衍和李月儿两人一阵遐想。苍云老祖这般的旷世大能，居然对一五皇称前辈，难道说这与他执的棋局有关？作为执棋人，陈衍和李月儿敢确定苍云老祖肯定也是执棋人之一。他们两人是在6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了，这其中涉及到7大世家的7件仙宝，以及位面之子、合龙神医骸等等。但他们想不通的是，棋局中并没有这个小五皇什么事，这也不由得让他们猜想，难道是自己想的不够远？于是李月儿暗暗传音：“你怎么看？”苍云老祖城府极深，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目的，我们顺着他说的做就是。陈衍严肃道：“等进入遗迹后，我们兵分两路，再去寻龙神遗骸。”李月儿觉得陈衍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他们两个也装成了五皇都打不过的小弱鸡，对赵成称呼前辈。至于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两个，他们本来就过分稳健和超级谨慎，装孙子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赵前辈，我们确实只是普通的散修。顾清寒解释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秘法可以屏蔽气息，所以前辈您才没能第一时间看出我们的真实修为。”说完，顾清寒就伪装成了一个连武王都不是的武灵境。赵成这时一看，除了林墨痕之外，其他4人的真实修为都渐渐清晰了，原来是4个武灵境的小辈。司马勋和司马区在赵成耳边悄悄说道：“赵老只是几个武灵而已，我们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吧。”赵成点头，刚才对林墨痕的那种恭敬的态度瞬间消失。好，时间紧迫，我们走吧。赵成挥动拂尘，准备打开石门进入遗迹。就在这时，一道尖锐的女声出现在峡谷之中：“司马勋，司马群，你们给我站住！”话音落下，一名红发少女从天而降，在她身后站着一个蒙面人，气息不弱于这边的赵成。五皇赵成一眼就看穿了蒙面人的修为，和他相差无几。赵老，此人就是大齐皇朝重金请来了五皇强者，据说来自司马勋，正在介绍蒙面人的来历。峡谷之中又出现一个声音：“哈哈哈哈！司马兄，嫣儿妹妹，好久不见。”一名手持折扇的长发青年带着7个身穿铠甲的修士缓缓落下。叶枫，你居然带了7个武王境的死士前来。司马区对青年后面7个弥漫着死气的武王境感到十分忌惮，就算是赵成此时也觉得有些棘手。想不到你们叶家经过上次一战后，居然还有这么多资源培养7个武王境死士。叶枫将折扇收拢，对赵成皮笑肉不笑的回道：“只要星云宗还在，我叶家的死士就不会消失。”很好，赵成杀心渐起，叶枫释放出强大的武皇灵压，7个死士立刻挡在叶枫前面。在这剑拔弩张之下，红发少女大吼一声，遗迹入口就在前面，要打进去了再打，把路让开。这一声之下，赵成和叶枫两边稍微缓和下来。赵老还是先寻机缘吧，在这里动手得不偿失。赵成哼了一声，然后抱着拂尘向石门走去。3方势力暂时达成和解，来到石门前，赵成仔细观察了一番，打不开。这石门之上似乎有禁制，他皱眉说道：“叶枫吩咐身边的3名死士，你们3个试试能不能将石门给轰开。”3双拳头同时砸了过去，石门没有任何反应。冯叔，要不你去看看。蒙面人走了过去，以武皇修为击打石门，发现还是一样，不行。蒙面人沉声说道：“石门上的禁制十分强大，恐怕就算是武宗来了也不一定能打破。”武宗一直被当作空气的陈衍和李月儿两人听见这2个字后，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当初他们寻到这里时，以7转仙尊境修为加上4件仙宝都没能击破禁制，区武宗连石门上的灰尘都打不掉，不会白跑一趟吧？赵成仔细观察着石门上禁制的纹路，发现最终汇聚成了一个点。这里，赵成用拂尘指着这个小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禁制的阵眼。如果有阵眼的钥匙，我们应该就能进去。众人将视线投向赵成指着的那个小点。这石门上的禁制极其复杂，必须要与之匹配的密钥进行镇解。老夫的师弟精通此法，已达到宗级。赵成略感遗憾道：“可惜他现在正在闭关，不能离开星云宗。”赵老如此说来，这道石门我们就打不开了。赵成无奈点头，只凭我们目前进不去。但是在老夫看来，有2个方案可以执行，一个是等后续赶来遗迹的人中有没有精通破解禁制的大师，第2个就是老夫亲自回宗请师弟出山让他来破解。只可惜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让我们失去进入遗迹的先机。听到赵成这么讲，众人陷入了两难的局面。2日前，一个神秘人传出了龙神仙宫遗迹的消息。大晋皇朝、大齐皇朝和叶家是第一批知晓，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批到这里的。但如果继续等下去，哪怕是多等半天，马上就会有更多的势力加进来。这样一来，他们能够分到的机缘可能就要少一些了。你们是想要这么玩意儿吗？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你突然开口了。你取出了自己在系统那里得到的龙神仙宫遗迹的密钥，
展示在众人面前。你身旁的陈琰在看到密钥被拿出来后，眼神中充满着一片炙热的渴望，想到了遥远的过去。当初他用天机盘推演过遗迹密钥的方位，得出的结论是在天域极北，然后他就去了遥远的极北之地，却又得知密钥被带到了极南。为了获取龙神仙宫遗迹中的龙神骸骨，完成自己的谋划，他不得已又去了极南。然而事与愿违，当他来到极南之地之后，天机盘再次给出了新的指示：龙神仙宫遗迹的密钥被位面之子得到，而位面之子的具体方位无法测算。当时的陈琰只能去推算位面之子进入遗迹入口的时间来确认密钥。此刻他突然发现自己费尽心机、耗费无数光阴期待得到的至关重要的遗迹密钥，居然就那么静静地躺在苍云老祖的手里。苍云老祖啊，苍云老祖，那个叶凡果然就是位面之子，你居然算到了他会去苍云圣地挑战你。不对，不是算到了位面之子会去苍云圣地，是一个局，一个引诱了位面之子去苍云圣地的局。陈琰再次看向林墨痕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发现林墨痕的深不可测越发让他感到恐怖。苍云老祖已召开的长老招募大会的脸，发现林墨痕的深不可测越发让他感到恐怖。苍云老祖已召开的长老招募大会和那件四阶仙宝作为诱饵，找到了位面之子将其劫杀，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吗？陈琰联想到这里，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丁宿主成功进行一次超高质量民生值传播，民生值加300。你刚拿出钥匙，系统提示音就来了。好家伙，武皇境也能加这么多民生值吗？看着手握密钥的林墨痕，赵成等人这才想起来这边还有几个武灵境的小妹。老公，这个就是石门禁制的密钥。红发少女第一个凑了过来，二话不说就从你手中拿下钥匙，你感到无语。靠，这小女孩一点礼貌也没有，本老祖都没说要给你，你就拿啊！等你修炼到仙尊之后，看我怎么打你屁屁。你暗暗想着，但只是想着没有说出来，毕竟这小妹妹好像也是武王强者，恐怖如斯。妍儿妹妹，这东西真的有用吗？叶枫狐疑道，区区几个武灵就能破解武皇都破解不了禁制。红发少女没有理会叶枫，拿着密钥直接来到了石门前面，然后对着黑点插了进去。陈琰和李月儿终于等来了这一日，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石门的禁制在密钥插进去的瞬间开始褪去，然后发出激烈的光芒，伴随着一声响动之后，门开了。没想到这把遗迹密钥居然是真的，一时间赵成等人正视起林墨痕等人，特别是林墨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露出真实的修为，让他们警惕起来。前辈，晚辈叶枫，方才言语上有些口不择言，还望恕罪。紧接着红发少女也给你行礼道，晚辈徐嫣儿见过前辈。能够修炼到武王境的都是人精，基本上没有几个蠢蛋的。林墨痕能解开石门禁制，绝不可能是泛泛之辈。你那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他们猜测林墨痕至少也是个武皇。进入遗迹后凶多吉少，他们并不想多给自己树立一个敌人。你回了一礼，墨痕至少也是个武皇。进入遗迹后凶多吉少，他们并不想多给自己树立一个敌人。你回了一礼，在下修为浅薄，算不得什么前辈。前辈谦虚了。徐嫣儿回道，若是前辈不嫌弃我们同行如何？叶枫马上也抛出橄榄枝，前辈若愿意助在下一臂之力，日后必有重报。三股势力同时邀约你，你不得不吐槽一句，好家伙，这是妥妥的川剧变脸啊！不过你本来就是准备把他们当成工具人开路的，所以肯定是要跟着其中一队。稍微思考了一下，你最终决定选红头发妹子这一队。龙神仙宫遗迹里面是一片独立的空间，武皇境界的蒙面人在前方开路，你跟在徐嫣儿和身后，步清寒和烈阳老祖跟在你身后。至于陈琰和李月儿，进入遗迹后不久就分成2路去调查龙神骸骨去了。丁宿主成功进入龙神仙宫遗迹，获得额外奖励抽奖次数1。哦，又能抽奖了。你打开抽奖面板，发现普通抽奖那里的冷却时间也转好了，加上这次的额外奖励，一共又能抽2次。这一次可别再来什么见味消食片了。你点击抽奖，奖励洗发水1瓶。我靠，1瓶洗发水！系统，你这抽奖池子里面都是放的什么鬼东西啊？1瓶洗发水都拿来抽奖？丁宿主不想抽奖可以不抽，你感到无语。再抽，化悲痛为力量，以下最后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奖励沐浴露1瓶。我靠，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抽中1瓶洗发水，马上又给来了1瓶沐浴露，直接凑齐浴室洗澡2件套。特喵的，在玄幻世界这2件东西有毛用啊！前辈快看，前面有一片药园。正当你感到郁闷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徐嫣儿突然兴奋地说道。只见众人身前出现一座碧绿的石门，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灵药园。看来这个地方就是当年龙神仙尊用来培育灵植的地方。蒙面人看着眼前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灵药园，激动说道，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灵药园一定有不少高阶灵植，这是一场大机缘啊！蒙面人率先进入其中，徐嫣儿第2个跟上，这是王级的生息草。蒙面人率先进入其中，徐嫣儿第2个跟上，这是王级的生息草。刚进入灵药园，徐嫣儿就被脚下密密麻麻的王级灵草给吓到。这龙神仙宫遗迹沉睡在天域中，不知道已经过去多少年了，连王级灵草都生长得像杂草一般多了。嫣儿快看，那边有黄级的灵魂花，足足有上万之数。徐嫣儿和蒙面人二话不说，立刻开始割花割草，疯狂的往乾坤袋里面装。要知道这里随便一株，达到大气皇朝都会遭到无数修士的哄抢。很快2人就装满了整整4个乾坤袋，大概8000株左右。冯叔，你还有多的乾坤袋吗？徐嫣儿本来以为这次能遇到1-2场机缘就已经不错了，因此并没有带多少储物用的乾坤袋。毕竟谁也想不到啊，这龙神仙宫遗迹的王级还有黄级灵植和大白菜一样不要钱。嫣儿，我这儿也只剩最后1袋了。蒙面人无奈道，这剩下的灵植与我们只能算有缘无分，可是冯叔这里还有这么多，就这样离开的话实在太可惜了。徐嫣儿不想就这么离开灵药园，于是灵机一动，找到了一直站着看戏的林墨痕等人。前辈，您还有多的乾坤袋吗？能不能借我几个啊？徐嫣儿双手合十，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央求你借他点乾坤袋。看着徐嫣儿和蒙面人渴求的目光，你保持沉默，因为你要是有乾坤袋的话，刚才在这儿傻站一半天干啥？而且刚才你还专门跑到系统商城里面去看了一眼乾坤袋的价格，好家伙，一个要卖2万民生值，妥妥的奸商。你们带了乾坤袋了吗？无奈之下，你只好询问身后的步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有的。步清寒和烈阳老祖一人拿出一个扔给
给了徐嫣儿。徐嫣儿看着乾坤袋到手，双眼一亮，道谢道：“多谢前辈。”于是他和蒙面人继续割草去了。顾丫头，这灵药园中都是些垃圾灵植，根本就不值得带走。你说林前辈为何要让我们借乾坤袋呢？烈阳老祖看不懂林墨痕这么做的含义，对步清寒传音道。步清寒摇头表示也很不解，不知道，恐怕前辈另有打算。我们还是继续看下去吧。两人站在你身后，一直盯着徐嫣儿和蒙面人，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在徐嫣儿又装满一个乾坤袋后，灵药园的土地突然开始震动，一道摄人心魂的猛兽吼叫从灵药园外传来，一头浑身散发黑气的闭眼黑虎跳到了灵药园的石门之上。蒙面人抬头一看，发现这头黑虎的修为居然达到了黄级巅峰。嫣儿小心，我们招来了守护灵药园的灵兽。徐嫣儿赶紧收下乾坤袋，靠到了蒙面人的身后。闭眼黑虎口吐人言：“人类放下你们手中的灵植，本虎可以只吃一个。放肆！就凭你这头畜生也敢口出狂言！”蒙面人自信自己也是武皇巅峰，根本不惧这头黑虎，找死！闭眼黑虎从石门上一跃而起，猛烈地扑向蒙面人。与此同时，蒙面人武皇修为瞬间爆发，一掌拍向黑虎，虎掌和人掌击在一起，发出砰的一声。蒙面人向后连退了几丈的距离，随后吐出一口鲜血。冯叔，徐嫣儿立刻跑到蒙面人身旁，将他扶住。叔，你怎么样了？蒙面人抹掉嘴边的鲜血，如临大敌。随后他看向林墨痕，道友，此黑虎的修为已达半步宗级，仅靠我一人恐怕难以抵挡，还请道友与我联手将此黑虎除掉。日后我返回大齐后必有重谢。此刻全场的焦点来到你这边。闭眼黑虎惊奇地发现，在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两个武灵之间的你居然毫无修为。虎生多年的他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眼前这个毫无修为的家伙绝对不好惹，于是他也对你说道：道友，你千万不要和这个蒙面的联手，等本虎吃掉他后，带你去找遗迹中更好的东西。万万不要和这个蒙面的联手，等本虎吃掉他后，带你去找遗迹中更好的东西。这一刻，顾清寒和烈阳老祖突然悟了，原来如此，林前辈一切的谋划是为了引出这头黑虎。虽然这头黑虎的修为很低，不值一提，但它是生长在遗迹之中的，必然对遗迹机缘更为了解。如此一来，只要有这头黑虎引路，不说能直接找到遗迹中真正的大机缘龙神骸骨，至少也是更近了一步。此刻听见黑虎想要策反林墨痕，蒙面人立刻说道：道友千万不要相信这畜生的花言巧语，他是想要将我们逐一击破。闭眼黑虎不想蒙面人得逞，也赶紧说道：本虎从来都不骗人，别听这个蒙面的瞎说。他们都想得到你相助，但你压根就没能力帮他们两方的任何一方，特别是你第一眼看到这闭眼黑虎的时候，小心脏都差点给吓停了。这老虎比动物园里面的看上去猛多了，压迫感十足，要不是你心理素质过硬，脸早就绷不住了。道友，你还在想什么？见你迟迟不动，蒙面人有些急了。前辈，你若愿意和冯叔联手，我返回大齐后一定给父皇说，让父皇给前辈封王。徐嫣儿迫不得已，直接对林墨痕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是大齐皇朝的皇女，也是以后会登基的女皇。你还是保持沉默。闭眼黑虎见你按兵不动，直接杀向蒙面人。蒙面人推开徐嫣儿，对着黑虎又是一掌拍出，这一次蒙面人直接被震碎了内脏。嫣儿快走！蒙面人自知敌不过黑虎，便将全部乾坤袋交给徐嫣儿，希望他能逃走。徐嫣儿看着重伤的蒙面人，眼眶湿润。黑虎巨大化的虎掌再次扑来，如同山呼海啸一般。蒙面人最后一搏，周身环绕着金色的灵鸦，此人不愿意出手相救。嫣儿，你快逃！轰隆！巨响之中，徐嫣儿含着泪水拼命的逃走。在离开灵药园的时候，他永远记住了林墨痕的模样。如果他能逃回去，他要告诉自己的父亲林墨痕见死不救的事情，他要让林墨痕付出相应的代价。闭眼黑虎见徐嫣儿逃走，立刻追杀过去，但被奄奄一息的蒙面人拖住。自爆！蒙面人在最后时刻想要爆掉武皇境所有修为，炸死灵药园的所有人，但他没能得逞。刚说出口，就被闭眼黑虎的巨口撕碎，陨落在灵药园内。此时黑虎趴在地上，用前爪按住食物，开始吃起肉来。他一边吃一边对林墨痕说：等我再多舔2口，就带你去找更好的东西。林墨痕的任务目标是找到龙神骸骨，现在有个工具虎正好可以问一问，你知道龙神骸骨在遗迹的什么地方吗？龙神骸骨，你应该说的是龙神仙尊的骨头吧？黑虎回答道：如果你要找这个东西，我就帮不了你。为何？你追问。我父亲说过，龙神仙尊的骨头在仙宫中央的问神塔底，如果想要上去，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但我父亲比较讨厌人族修士，你要是去的话，肯定被吃的渣都不剩，所以你还是要点别的吧。龙神仙尊生前在仙宫里面留下过很多好东西，其中圣物都有不少。你父亲什么修为？你打断了他。闭眼黑虎听见这个问题，立刻抬起自己高傲的头颅，用虎爪拍着胸脯，自豪地说道：我父亲的修为说出来吓死你们。这么说吧，你们人族的圣人，在他面前也就是一巴掌拍死的事情。当年龙神仙尊还活着的时候，这么说吧，你们人族的圣人，在他面前也就是一巴掌拍死的事情。当年龙神仙尊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证到尊级仙尊。对，按照你们人族的境界划分来说，就是大仙尊境。怎么样，吓到了吧？闭眼黑虎看向林墨痕三人，洋洋得意道：那快带我们去吧。你斩钉截铁地说道。闭眼黑虎看着毫无惧色的你，疑惑道：你真要去？这还是他第一件主动找死的人族修士。你点了点头，这是你们自己要求的吧？闭眼黑虎说罢，便带着林墨痕三人往仙宫中央走。一边走，他还在一边想着，把儿子来孝敬您了。另一边，问神塔第8层，一名身穿红色铠甲的仙尊十分痛苦地盘坐在地上，用尽全力调转着丹田里面的灵气。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果，丹田中的业火不断灼烧着，就像是一头贪吃的饕餮，在源源不断地蚕食着他的修为。9转仙尊境，8转仙尊境，7转仙尊境，仅仅过去1个时辰，他的修为直接从9转仙尊境跌落到圣人境巅峰，而且还在继续往下跌落，并且越来越快。这问神塔第8层的试炼居然是天道诅咒，当年的龙神仙尊果然越过了最后这道界。天道诅咒啊，所以让我失去全部修为。龙神骸骨，
我终究差了一步。他看着不断衰弱的自己，发出无奈的叹息。圣人进武君，进武宗，进武皇，进武王，进武灵境，最终他的修为全部被诅咒吞噬，成为了一个凡人。此时他的身体变得很老，寿元也所剩无几。想不到我星宿仙尊纵横天域数十万载，最终要陨落在这小小的塔里。没错，他就是北海天域的霸主星宿仙尊。在他发出这最后一句感叹之后，将头顶盘着的长发放下了下来，然后他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枚铜镜，看着镜中那张苍老的脸颊，他不由得感叹道：终于可以看看自己真实的样子。星宿仙尊其实是个女人，这是他保守了一辈子的秘密，直到今天都不曾有人知晓。此时的他五味杂陈，内心浑然不是滋味。为了挣到他一心修炼，以男人的姿态示人，从未后悔过。然而今日他人生的最后关头，心中居然生出了悔意，已被闭眼黑虎带到了仙宫中央。问神塔下一头更大的闭眼黑虎正在打盹休憩。介绍一下，这是我爹黑星虎。那你是不是叫黑小虎？闭眼黑虎看着你吃惊道：你怎么知道？步清寒和烈阳老祖远远的看过去，发现黑星虎的修为达到了尊级2转，隐隐有突破3转的迹象。爹，我回来了。臭小子，你还晓得回来？黑星虎站起身来，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强威压。你小子又跑灵药园偷吃去了，老子早就跟你讲过，那是你伯父龙神仙尊的药源，没有他的允许你不能去吃，哪怕只是一些黄级的垃圾灵芝也不行。黑小虎趴在他的身旁，用头狂蹭。爹，龙神伯父不早就嗝屁了吗？那灵药园都荒芜了。放屁！老子和你说过多少遍了，你龙神伯父没死懂吗？爹，你又骗我，我骗你这小兔崽子干什么？那爹，你为什么要守着问神塔上面的龙神骸骨？黑小虎白眼道：龙神伯父死的都只剩骨头了，你还说没死？你当我还是300岁的小孩虎啊？蠢蛋！那是你龙神伯父正道飞升后留下的仙人一腿，乃是大机缘。正因如此，现在仙宫内已经来了不少人族修士，就是为了这骸骨而来的。当初我受到你龙神伯父不少恩惠，才有今日。你记住，我们身为问神塔的守护者，哪怕是死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明白吗？巨虎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问神塔顶，其实就在不久前来了一位身穿红色铠甲的强大人族修士，把他给揍了一顿，差点命都丢了。你小子修为不到宗级，最近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免得被人族修士给扒了皮。爹，这你可就说反了。黑小虎舔了舔毛，然后用爪子指着林墨痕等人，你看儿子，我给你带来了什么？黑星虎顺着黑小虎爪子指过去的方向，看到了林墨痕3人，这3个人就是爹你说的想要大机缘的人族修士。黑小虎得意道：修为还不如本虎呢。爹，你怕什么？刚才灵药园里我吃了一个，然后跑了一个最嫩的，这3个人看上去肉可能有点老，爹你别嫌弃啊，可长大了知道孝敬你老子了。巨虎为自己突然懂事的虎儿子感到欣慰，正好他这会儿还一肚子的气没消呢。之前塔里那个人族修士太强打不过，现在吃这几个武灵总没问题了。巨虎凝视着林墨痕3人，不由分说直接释放出强大的灵气威压。此刻问神塔下出现一道黑气凝成的巨型虎爪，霎时间虎爪如同山峦一般往你的方向镇压下去。轰隆！巨虎这随意的一击让整个中央仙宫发生强烈的颤抖，尘烟弥漫。巨虎哈哈大笑，舒服了，一掌把3个人族小修士拍死。这种解压小游戏让黑星虎的心情舒畅了些，然而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烟雾散去，无论是你还是顾清寒和烈阳老祖，全部都完好无损的站着，身上甚至连一点灰都没沾上。看到这一幕，巨虎眼珠子都瞪大，因为他看到刚才还是武灵的顾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气息陡然攀升到了大仙尊境界，而且明显超过了2转仙尊境。唯独中间那位身穿一袭白衣的青年，还是一股凡人的气息。黑星虎不蠢，他看得懂中间那个面瘫的男人才是这3人当中的主导者，必定是大佬中的大佬。黑星虎瞬间炸毛，2只毛茸茸的耳朵紧贴在脑袋上，整体蜷缩成一团。爹，你怎么炸毛了？闭眼黑虎看着自己大仙尊境界的老父亲像一只猫一样炸毛，觉得有些滑稽。巨虎一虎爪直接拍在他脑袋上，破口大骂道：你这逆子带来了什么玩意儿？真是笑死我了。随后他赶紧趴着身体匍匐在你面前，卑微的舔脚。几位前辈孩子小不懂事，之前都是闹着玩的，都是误会，你这逆子还不赶紧滚过来，给几位前辈磕头赔礼。黑小虎见自己的父亲恐惧到如此境地，这才后知后觉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跨种族高质量民生值传播，民生值加500。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跨种族也能额外增加民生值啊！你没有想到这具虎还能刷民生值，龙神骸骨可在此处。你开口问道：喂，前辈，在问神塔第9层。面对你的提问，黑星虎快速回答，丝毫不拖泥带水。爹，你刚刚不是说您和龙神仙尊交情甚厚，就算是死也要保护好龙神骸骨吗？逆子闭嘴！黑星虎又是一虎找过来，把黑小虎的脑袋打得嗡嗡作响，然后他赶紧对你解释道：前辈，嗡作响。然后他赶紧对你解释道：前辈，你别听这逆子胡说，我跟龙神仙尊真的不熟。你看着这具虎极力撇清与龙神仙尊关系的样子，不由动怒，这是真的狗啊！你终于明白为什么北海天域明面上的仙尊只有星宿仙尊1人了。好家伙，说好的仙尊威严呢？搞了半天全是老狗啊！本座不关心你和星宿仙尊的关系，你说一说这问神塔吧。好的，前辈，这问神塔一共有9层，是龙神仙尊飞升之后炼化出来的宝物，乃是一件9阶仙宝。9阶仙宝，步清寒和烈阳老祖即便是出自2大神教，也是第一次听说天域之中存在9阶仙宝。没错，9阶仙宝，因此要想进入问神塔，至少需要仙尊境修为。巨虎继续解释，至于想要从塔顶取出龙神骸骨，则需要7转仙尊境以上的修为才有希望。当年我也进去过，当踏上第2层就被塔内强大的灵压给挤出来了。如果想要继续往上的话，灵压的威力就越大。第1层大概相当于一位1转仙尊境出手，第2层2位2转，以此类推。顾清寒问道：这么说，要想拿到龙神骸骨，再问神塔的第9层，岂不是要同时面对9位9转仙尊境？不在第7层之上就没有灵压了，取而代之的是天道威压。至于第9层有什么气势，我也并不清楚。天道威压，烈阳老祖疑惑道：9阶仙宝就算再是稀世珍宝，也不至于能模仿天道威压吧？黑星虎回答道：这天道威压是当年龙神仙尊飞升时用超越仙尊境的力量模拟的天道威压，并非是真。前辈，如果你们想要龙神遗骸的话，还请尽快登塔。黑星虎看向问神塔第8层，
层，刚才已经有人打。黑心虎看向问神塔第8层，刚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现在应该在第8层了，有人已经上去了。顾清寒和烈阳老祖相互对视一眼，难道是老教主？刚进入遗迹时候，陈琰和李月儿两人就悄悄脱离了林墨痕的队伍。如果说有谁符合登上第8层问神塔的条件的话，除了苍云老祖，也就2位老教主。你听见这个消息后，心态也稍稍产生了一些变化。居然有人在我之前就进问神塔了，看来不能等了，得赶紧上去。你直接向问神塔走去。如果龙神骸骨被那个先登塔的人拿走，隐藏任务完不成，那就啥也不用玩了。等林墨痕3人都进入问神塔后，黑心虎仿佛劫后余生，长舒一口气。黑心虎刚才一直畏畏缩缩的不敢说话，此时见自己的父亲心情似乎好些了，于是开口说道：“爹，你不跟着进去吗？”随即而来的是又一巴掌呼在黑小虎的脸上。黑心虎额头青筋爆发，破口骂道：“你母亲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蠢物？会不会说话？从现在开始你被禁足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在仙尊宫遗迹里面乱跑了。”黑小虎用爪子捂着浮肿的脸，委屈的趴在地上，他无聊的注视着前方。这时他突然发现前面又有2个人赶来仙宫中央的问神塔。爹，你看那边又来了2个人族修士。巨虎远跳过去，发现还真是来了2个人类，正在往问神塔这边走来。又来了2个。有了此前在红色铠甲强者和林墨痕面前吃亏的经历，黑小虎变得更为谨慎起来。他仔细观察着迎面走来的2人的修为和气息，一连确认了不下10遍，终于才敢动手。只是2个50而已，对，2个50，这次不会错。问神塔下黑心虎一声嘶吼，这次不会错。问神塔下黑心虎一声嘶吼，几乎要将空间撕裂。人族修士死！黑心虎直接展露出地级2转的修为，势必要将刚才丢掉的面子在这2个小小的50身上发泄一波。然而他刚刚吼出这一声后，面前这2人的气息瞬间暴涨，从50直接上升到了的大仙尊境。李月儿不若游龙，瞬间来到黑心虎头顶。咦，这仙宫中央居然有一头地级灵兽守护。李月儿无视黑心虎嘶吼的冲击，一脚踩了下去，紧接着手持天机盘的陈琰赶了过来。前面这座塔应该就是推算出来的问神塔，这头灵兽估计是问神塔的守护兽，他应该知道龙神骸骨的具体位置。李月儿脚下巨虎不能动弹，还不等李月儿开口询问，他主动化身带路党。2位前辈龙神骸骨在问神塔第9层，问神塔也只有仙尊境修士可以进入，刚才已经有4个人族修士上去了，其中有1人应该已经到了第8层了。黑心虎一口气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全部告诉了李月儿和陈琰，2人听了之后陷入了思考之中。在陈琰2人的视角中，能够进入问神塔的必定是仙尊境修士，那么就只有可能是林墨痕、顾清寒和烈阳3人。那黑心虎口中提到的第4个人是谁？你说看见了4个人，还有1个是谁？是一个穿着红色铠甲的人族强者，我看不破他的修为。你说第1个进入问神塔的是一个身穿红色铠甲的男人。巨虎猛点头，是星宿仙尊。李月儿神的男人。巨虎猛点头，是星宿仙尊。李月儿神色瞬间严肃起来，星宿仙尊竟然先我们和苍云老祖一步去取龙神骸骨去了。这个消息对于陈琰和李月儿2人来说十分不妙，因为在他们原本的计划中，星宿仙尊不应该出现在这儿，已经有苍云老祖这个搅局者了，再来一个星宿仙尊，乱了。陈琰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和李月儿布置的棋局开始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不行，先不要管这只猫了，先登问神塔。说罢，陈琰和李月儿2人瞬影一般消失。黑心虎直到过了很久都不敢抬头，爹，他们已经走了，你可以起来了。起什么起？不起了。此时的黑心虎有些怀疑虎生，他堂堂尊级2转的灵兽在天域里面，不说无敌，起码也是天花板之一吧，但今日他居然被3次碾压，毫无猛虎尊严可言。现在外面的人族各个修为都这么恐怖的吗？正当黑心虎陷入无限自我怀疑的时候，耳畔又一次传来了黑小虎的叫喊：“爹，快看，前面又来了一波人！”黑心虎整只虎浑身一激灵，因为这一次他看到了仙宫中央排着队出现了8个人族修士，尽管这些人族修士都是武王修为，但他怎么看都觉得有些可怕。快躲起来！黑心虎用嘴叼着黑小虎的景象，迅速往灵药园的方向跑去。你小子是真的乌鸦嘴啊！8个武王实在太恐怖了。你带着顾清寒和烈阳老祖来到问神塔最底层，从内部往上看，一座盘旋蜿蜒的塔梯直通塔顶。我们上去吧。你话不多说，走在最前面。顾清寒和烈阳老祖跟在后面，若有所思。龙神骸骨在问神塔第9层，我们无法到达，但林前辈还是带着我们进了塔内，这说明什么？烈阳老祖暗暗传音顾清寒，顾清寒点点头，他表示自己也意识到了林前辈的用心了。林前辈在考验我们。没错，丫头，我们刚刚加入苍云。他表示自己也意识到了林前辈的用心了。林前辈在考验我们。没错，丫头，我们刚刚加入苍云圣地不久，前辈还不完全了解我们的真实实力。烈阳老祖传音道，这问神塔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让前辈刮目相看。让前辈刮目相看。很快，你们3人来到了第1层。问神塔的第1层是一片深蓝色的混沌。顾清寒和烈阳老祖刚刚进入，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仙尊境威压。虽然这股威压不至于将他们给挤出去，但也让2人喘息有些困难。不愧是9阶仙宝，仅仅是第1层就模拟出了数倍1阶仙尊境的威压。烈阳老祖神经紧绷，略微有些吃力。另一边的顾清寒此刻则是扶着神塔内的楼梯艰难的往上走。好在这只是第1层，2人还能顺利度过。紧接着他们和你一起来到了第2层。问神塔的第2层是一片深灰色的混沌。烈阳老祖刚刚上去就明显感觉比第1层的威压强上了不止10倍，仅仅只是站在原地不动，烈阳老祖的双腿几乎像快要断了一般难受。顾清寒的情况则是直接吐出一口鲜血，差点直接倒在这第2层的楼梯上。顾丫头，你没事吧？烈阳老祖见顾清寒的状况有些糟糕，关切说道。顾清寒从乾坤袋里取出一枚金色的丹药，吞入腹中，稍微调息一番后，他才缓缓开口说道：“没事，这问神塔的威压远远不止那黑心虎说的那样，在这第2层，我起码感受到了超过2转仙尊境10倍以上的威压。这一点，烈阳老祖也早就发现了。他身为老牌4转仙尊境，如果按照黑心虎的说法登上第2层，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但现在的情况是，第2层的威压远远超
超出了他的想象。此时两人看着林墨痕不断向上灯塔的背影，感叹道：“不愧是林前辈啊，丝毫不受这9阶仙宝问神塔的影响。”顾丫头还能行吗？烈阳老祖拉了顾清寒一把：“林前辈已经上第3层了，我们快跟上吧。”两人一咬牙，继续跟着你登上第3层。问神塔的第3层是一片红褐色的混沌。顾清寒刚刚踏上这一层，大脑就开始眩晕，整个身体都好像快要炸裂开来。烈阳老祖立刻坐在地上调息，同时服用了一颗疗伤的高阶丹药。这第3层的威压居然如此恐怖，顾清寒几乎快要顶不住了，身体一软瘫在了地板上。你们两个还行吧？你停下脚步，看向已经停止登楼的顾清寒两人。顾清寒的脸色很难看，尴尬说道：“林前辈，我估计要止步于此了。”烈阳老祖一边调息一边说道：“前辈，我应该还能登上第4层，好吧？那我等你一会儿。”烈阳老祖迅速调息完毕，然后又吞下一枚丹药，赶紧跟上你的步伐。然而从第3层开始，继续往上，烈阳老祖每走一步都感觉十分沉重，他的行动变得非常缓慢，登塔的速度几乎和乌龟没有两样。要不还是算了。你看着龟速前进的烈阳老祖，心想实在是太慢，你不用强撑着。说罢，你甩下烈阳老祖，全速前进，你要一口气爬到塔顶。烈阳老祖看着林墨很远去的背影，无奈的叹息一声：“看来我已经给前辈留下了一个不堪大用的印象。”你来到第4层，第4层是一片暗黄色的混沌，第5层则是一片墨绿色的混沌，第6层是乳白色的混沌，第7层是天青色的混沌。由于你的被动技能免，第7层是天青色的混沌。由于你的被动技能免疫一切仙尊境等级的伤害，所以你一口气爬到第7层，完全没受到任何影响。唯一有点感觉的就是连爬7层稍微有点累，毕竟一把上万岁的老骨头又没有修为，能上来算身体好的了。看来龙神骸骨还没有被那人取走。你继续往第8层走，前面7层每一层都有不同颜色的混沌，第8层却什么都没有，除了中间有一个白发苍苍、身穿红色铠甲的女子正在盘腿打坐之外，周围空空如也。这个人应该就是黑心虎之前说的那个到达第8层的仙尊境修士。丁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救命之恩，任务目标：救助问神塔第8层的女子，使其存活30分钟。任务奖励：获得海量名声值。你阅读了一遍这个任务的描述，感觉这个任务挺良心啊，成功后可获得海量名声值，失败后也不会有任何惩罚。不过你最关心的是系统提到的注意事项，这说明了这个女子应该很不简单。不说别的，就凭这女子登上问神塔第8层来，至少也是个7转仙尊境，而7转仙尊境在北海天域绝对是大人物中的大人物，估计要触发什么剧情。于是你没有过多考虑，直接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朝着白发女子走去。星宿仙尊此时脸色极度苍白，状态很差。他看到一袭白衣的林墨痕向他走来，摇头叹息道：“又来一个，果然没有人能撑过这第8层的天道诅咒。”天道诅咒？黑心虎不是说是天道威压吗？你走到，没有人能撑过这第8层的天道诅咒。天道诅咒？黑心虎不是说是天道威压吗？你走到他的身前，相距不到1米，然后坐下。星宿仙尊见你和他面对面坐得很近，本能的想要拔剑，可当他正准备从乾坤袋中取剑的时候，才意识到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而已。过去的他坐拥庞大的星宿仙宫，欲统整个天域，从未有任何一个修士能接近他身前100丈的距离。他是天域的命名者，唯一的霸主，不容任何人有丝毫的冒犯。然而今日他却只有自嘲一笑，没有修为的星宿仙尊，还谈什么仙尊之威？看着眼前同样沦为凡人的陌生修士，星宿仙尊轻叹道：“道友，这问神塔的第8层到底是天道威压还是诅咒？难道你还不清楚吗？”你有些懵逼，什么叫我清楚你？如果我清楚的话，我还问你干嘛？星宿仙尊抬头看了看通往第9层的塔梯，继续说道：“道友应该也是来取龙神骸骨的吧？”你沉默无语，内心暗暗想着，这不废话吗？不然我一口气爬8楼干嘛？难道为了锻炼身体啊？可惜了。星宿仙尊长叹一声，在这超越仙尊境的天道诅咒下，所有人的结局都一样。你继续沉默。星宿仙尊见林墨痕不想说话，于是闭上双目，等待最后的生命渐渐流逝。系统给你发布的任务是保住他30分钟不死，所以你也没办法，只能陪着他像块木头一样坐着。此时无聊的你仔细端详了一番眼前这女子的容貌，眉目如画，明眸皓齿，身段挺拔，气质超凡，那一头雪白的长发绝对可以称得上一位英气十足的美女。果然玄幻世界的女的就没有难看的。系统现在过去多少时间了？丁宿主才3分钟。这系统刚刚这句回答肯定在内涵，要不我先上去把龙神骸骨给拿了吧？你感觉干坐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索性站起来往塔梯那边走，先拿了龙神骸骨，交了任务再下来，估计要不了2分钟。不过当你走到一半，正要上楼的时候，背后传来了星宿仙尊的声音：“如果不想死的话，最好不要尝试上去。”星宿仙尊缓缓睁开眼睛，对试图登上第9层的林墨痕劝说道：“问神塔的第9层一共有9阶阶梯，每一阶都有与之匹配的仙尊境威压。如果你想要上去，就相当于重走了一次问神塔。你现在想要上去，已经不能算冒险了，简直就是送死。”星宿仙尊好言相劝，希望林墨痕不要做傻事。但你听完他的话后，反而继续向前。他见你不听劝阻，只好无奈摇头。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如果最后你陨落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但马上他就不这么想了。只见你左脚踏上第1阶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怎么会？星宿仙尊以为自己看错了，紧接着你右脚迈上了第2阶，还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然后是第3阶、第4阶、第5阶，一直到了第9阶，你依然毫发无伤。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仙尊境威压失效了？星宿仙尊立刻站起身来，然后走向塔梯，试探塔梯的威压。他敢肯定，如果他现在将悬在半空中的脚放上去，肯定会死，而且死得很惨，所以他不敢踏上去。没有失效，没有失效。星宿仙尊站在塔梯前喃喃自语，他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刚才那个看似只是凡人的修士，真实的修为其实已经超越了9转仙尊境。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仙尊境威压没有触发。难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星宿仙尊悟了，他在猜测这个身穿白袍的前辈有可能出自天域之外。另一边问神塔
塔第7层。陈琰和李月儿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才爬到这一层上。两人赶紧打坐调息，并且服下一颗疗伤的丹药。还有一层，我们就能上第8层了。看样子，无论是星宿仙尊还是苍云老祖，应该都还没取到龙神骸骨。李月儿有些担忧道：“星宿仙尊多年以前就已经步入9转仙尊境，苍云老祖也是深不可测，我们有机会吗？”陈琰皱眉道：“未必没有机会。月儿，你看我早有准备。”陈琰从乾坤袋中取出2枚不知名的黑色丹药，交给李月儿其中1颗。当年我用天机盘测算过今日，所以曾造访过药神教的老教主，寻了2粒通天玄丹，7阶尊丹通天玄丹。李月儿听到眼前这枚黑色丹药的名字之后，惊叫道：“没错！”陈琰继续说道：“只要凭借此丹，我们就可短时间将修为提升到9转仙尊境巅峰。到时候我们联手先杀了星宿仙尊，再将苍云老祖给除掉。”李月儿点头，然后收下通天玄丹。此时他胸中已有90%的把握拿下龙神骸骨，哪怕通天玄丹服用过后有很明显的副作用，但只要能抢到龙神骸骨，一切神骸骨。哪怕通天玄丹服用过后有很明显的副作用，但只要能抢到龙神骸骨，一切都值了。很快，两人调息完毕之后，继续登塔。他们意外的发现，问神塔第8层和前面7层完全不一样，没有那颜色各异的混沌景象。然后他们看到了刚刚才被林墨痕震惊到的星宿仙尊。星宿仙尊，李月儿叫道。尽管此时的星宿仙尊披着一头苍苍的白发，并且还是一个女人的模样，但丝毫没有影响李月儿的判断。原因就是他身上穿着的红色铠甲，那是7阶仙宝赤霞精神甲，是星宿仙尊身份的象征，也是一件十分强大的仙宝。星宿仙尊转过身来，看到了陈琰和李月儿俩。陈教主，李教主。显然星宿仙尊一开始并未预料到这两人的出现。陈琰看着女儿姿态的星宿仙尊，突然仰头大笑，哈哈，想不到纵横天域的星宿仙尊居然是个女人。星宿仙尊其实是个女人，这是他守护的一生之中最大的秘密。现在这个秘密被陈琰发现，然后嘲笑他，恼羞成怒，但又无可奈何。你找死！星宿仙尊怒视着陈琰，陈琰反而笑得更加嚣张。星宿仙尊是个女人，真是天域中亘古难闻的奇闻啊！而且看你现在的模样，修为尽失，不过是区区一个凡人，能奈我何？陈琰来到问神塔第8层后，看到星宿仙尊的第一眼，就发现星宿仙尊没有修为了。星宿仙尊，你若修为尚在，我确实惧你3分。如今你只是凡人，本教主想要杀你，不过举手之劳而已。陈琰得意道。是。星宿仙尊突然阴笑道：“你就这么敢肯定你能杀本尊？”陈琰和李月儿听到这话之后，意识到有些不对劲。只见他话音刚落，两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丹田仿佛如烈火一般，开始燃烧起来。够了！陈琰大惊失色，因为他发现自己7转仙尊境的修为正随着丹田的燃烧而逐渐散失。7转仙尊境、5转仙尊境、3转仙尊境，陈琰和李月儿两人修为散失的速度远快于之前的星宿仙尊。圣人境巅峰，圣人境初期，五军境、5宗境巅峰，不到1个呼吸的时间，两人的修为迅速跌落到5宗境。他们也是此时才明白，为何9转仙尊境的星宿仙尊在这问神塔中变成了一个凡人。我们的修为在迅速散失，怎么办？月儿快趁着现在修为还在，杀了星宿仙尊。陈琰大喝一声，然后和李月儿一起爆发5宗境修为，杀向星宿仙尊。然而仅又过去1个呼吸的时间，他们还未使出任何功法的时候，两人的修为已经跌落到了谷底。一共2个呼吸的时间，在天道诅咒的压制之下，他们的修为尽数散失。此刻他们和星宿仙尊一样，成了凡人。问神塔第9层，你上去之后才发现第9层的空间很小，几乎要低着头才能在第9层中自由活动。除了第9层正中央的金色棺木里面放了一堆灰白色的骨架，传说中的龙神骸骨看上去极其朴素，根本看不出是一位超越9转仙尊境的盖世大能留下的仙人遗腿。你靠近金色棺木，伸手去取龙神骸骨，此刻棺木中的龙神骸骨映射出一道虚影。仙人遗腿。你靠近金色棺木，伸手去取龙神骸骨，此刻棺木中的龙神骸骨映射出一道虚影，这道虚影很微弱，一道古朴浑厚的声音传出。问神塔第9层突然出现极其强大的仙尊境威压，几乎是第7层的数倍，但你的被动技能完全免疫，所以这威压没有任何效果。一个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逼灯，居然想要本老祖下跪！你走上前去，直接将金色棺木中的龙神骸骨取出一块，7色光团围绕着的虚影瞬间变得暗淡许多。道友不要！你歪嘴一笑，然后将全部龙神骸骨从棺木中爆出。道友，我还没说完呢。龙神仙尊的虚影彻底消失，7色光团汇聚在一起，变成了一本功法，落在地上。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7色混沌经。丁恭喜宿主成功获取龙神遗骸。脑海中传来了隐藏任务完成的声音，在系统的面板上，商城旁边多出了一个每日签到功能。与此同时，问神塔第8层，由于金色棺木中的龙神骸骨被你取出，原本存在的天道诅咒瞬间消失，扭打在一起的星宿仙尊、陈琰还有李月儿3人的修为渐渐开始恢复，丹田中的业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温润的甘霖，在滋养增生丹田的生长。不到5个呼吸时间，星宿仙尊就恢复到了9转仙尊境，陈琰和李月儿也是一样，分别都恢复到了巅峰的7转仙尊境。此刻，星宿仙尊手持清风长剑，颇具威严地站在两人的前面，眼神凌厉。陈琰和李月儿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从乾坤袋中取出那粒通天玄丹。通天玄丹，星宿仙尊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手里的黑色丹药。7阶尊丹虽然能让尔等的修为暂时提升到9转仙尊境，但却有极其强色丹药。7阶尊丹虽然能让尔等的修为暂时提升到9转仙尊境，但却有极其强大的副作用，能使尔等的修为跌落至圣人境，并且永远不可能再有进步。你们居然能做到这种地步！星宿仙尊，只要能杀死你，这点小小的代价又能算得上什么？陈琰吞下通天玄丹，额头青筋迸发，气息陡然攀升至9转仙尊境，他的手心中凝聚出一簇黄紫色的火焰。与此同时，李月儿也服用了通天玄丹，
修为也在那时提升到了九转仙尊境，他的手心中同样凝聚出一簇蓝白色的火焰，然后两人手心合一，将两簇火焰融合成一簇。星宿仙尊瞳孔微缩，因为他能够看得出来那融合在一起的两簇不同颜色的火焰威力究竟有多恐怖。此乃日月神火诀，阳神教历代教主才有资格知道的仙阶功法。上古时期本教老祖曾用此功法越级杀死过九转仙尊境的红莲魔尊，而你将是第二个死于此功法的九转仙尊。陈琰和李月儿两人手心中融合后的火焰渐渐形成一朵莲花，然后绽放。随后两人直接朝着星宿仙尊扔出火莲，并且释放出极其恐怖的能量。星宿仙尊见这火莲威力超凡，不敢去接，只好连连后退。哈哈，星宿仙尊，此乃日月神火莲，当年本教老祖只用了一朵就炸死了红莲，今日你有幸品尝这神火莲的威力，也算是不枉此生了。轰隆，这一簇火莲花如同惊雷炸裂，炸出一声巨响，差点直接将问神塔第8层给炸开。浓烟之中，星宿仙尊左手捂住胸口，右手紧握着插在木板上的长剑，吐出一口鲜血。要不是有7阶仙宝赤霞金神甲护体，刚才这一击直接就能让星宿仙尊陨落。居然没死！陈琰见星宿仙尊一击未死，略微有些惊讶，不愧是主宰天域的仙王，居然能抗下一击。不过也到此为止了。说罢，陈琰和李月儿再次融合两色火焰扔向星宿仙尊。这一次问神塔被炸得摇摇晃晃，第8层的空间内燃起了熊熊烈火。陈琰和李月儿凝视着火焰中心，只见伤痕累累的星宿仙尊突然持剑从里面冲了出来。星宿仙尊大喝一声，手中的长剑化为一条黄龙，势如破竹杀向陈琰两人。李月儿早有预料，于是不紧不慢地从乾坤袋中取出一面铜镜。星宿仙尊的黄龙剑势看上去所向披靡，但在触到这面铜镜之后，顷天剑势顷刻间化为乌有，阴阳尽反。李月儿直接用铜镜将吸收了黄龙剑势给反弹回去，刹那间那条黄龙重新从铜镜里出现，掉头杀向了星宿仙尊。此时的星宿仙尊根本来不及闪躲，只能硬扛九转仙尊境的自己挥出的这一剑，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喊叫，星宿仙尊终于倒在了血泊之中，倒在了自己的剑下。7阶仙宝赤霞金神甲已经完全损坏，再也不能为他抵挡任何攻击。星宿仙尊再见了。陈琰和李月儿再次使出日月神火诀，掌心中的火焰逐渐凝聚成一朵火莲。难道本尊纵横天域数十万载，真的要陨落在这里？星宿仙尊看着已经迎面飞来的神火莲花，凄惨而又绝美的脸庞上露出一抹苦笑。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的身前突然出现了一道一袭白衣的背影，你伸出右手，直接抓住日月神火诀凝聚成的神火莲花，然后这朵莲花直接就在你的手心里面灭了。果然系统发布的这个隐藏任务会有事件触发。你淡定的看着陈琰和李月儿两人心中暗暗想着，当事件触发。你淡定的看着陈琰和李月儿两人心中暗暗想着，当上去不到2分钟，下面就打起来了。还好下来的及时，差点浪费本老祖一个任务。林墨痕护住了星宿仙尊前辈。星宿仙尊看着林墨痕那高大的背影，心中重燃活下来的希望。特别是林墨痕的修为比他一开始想象的还要高，居然能够直接用手接住如此恐怖的日月神火诀。不必多言，本座会护你周全。你示意星宿仙尊不要说话，你要开始装逼了。当然，面对这样的情况，陈琰和李月儿也在重新判断着林墨痕的实力。苍云老祖的修为难道已经超过了九转仙尊境？李月儿此时有些慌张，因为林墨痕空手接神火莲花的画面，那倒未必。陈琰传音道：苍云老祖从第9层返回，多半是已经获得了龙神仪还和龙神仙尊的传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问神塔就是苍云老祖的半个主场，有龙神仙尊传承，加上9阶仙宝问神塔，能接下日月神火诀算不得什么。依我猜测，苍云老祖的真实修为应该在8转仙尊境左右，最多也就和星宿仙尊相仿。陈琰身为阳神教第3代教主，活得足够久，本身的阅历也非凡超然，他自认为关于苍云老祖的真实修为是不可能看走眼的。再退1万步讲，如果林墨痕的修为真的超越的仙尊境，进入了传说中的求道境，肯定会被天域的天道所排斥。然而天道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苍云老祖的修为还在仙尊境，否则龙神仙尊就不用飞升其他位面了，哪里还有后面星宿仙尊称霸天域的事？听了陈琰一番合理的推测之后，李月儿觉得很有道理，心中的慌乱少了7、8分。于是两人联手，九转仙尊境的气息全面爆发，再次使出日月神火诀，搓出来一个更大的烈焰莲花。苍云老祖交出龙神仙尊传承和龙神遗骸，本教主可让你死得痛快一些。陈琰的语气极其嚣张，根本不把林墨痕看在眼里。林墨痕看着陈琰那不可一世的表情，觉得有些可笑。是你飘了，还是我提不动刀了？区仙尊又不是武王强者，还敢在本老祖面前如此叫嚣。此刻你也摆出标志性的姿势，负手而立，一袭白袍在空气中翩翩起舞，彰显出林墨痕身为老祖的高人气质。然后你轻蔑地看着陈琰，嘴里吐出3个大字：就凭你。陈琰听言冷哼一声，好胆！苍云老祖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站着和本教主说话，别跟他废话，杀了他！龙神骸骨和龙神仙尊的传承都是我们的。李月儿直接将巨大的神火莲花扔向林墨痕。一直躲在林墨痕身后的星宿仙尊看着头顶上这朵巨大的火莲，紧张到了极点。他能感觉得到，这朵神火莲花爆炸的瞬间，即便是9阶仙宝问神塔恐怕也会轰然坍塌。陈琰和李月儿看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林墨痕，以为林墨痕已经被吓傻了。然而下一秒，压迫感十足的神火莲花突然就在林墨痕面前消失了。这怎么可能？巨大的神火莲花在林墨痕手里当场熄灭。陈琰感到无比的震惊，那是他和李月儿用尽全力搓出来的火莲。那大捏怎么说没就没呢？特殊功法护体仙宝还是问神塔助攻都不对。陈琰可以确定，刚才林墨痕就只伸出了手臂
并没有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这一刻，他似乎意识到，眼前的苍云老祖比他想象中的要强很多倍。日月神火莲，就这。你轻笑一声，然后张开手掌。系统这次秒杀，能不能让我指定特效？丁宿主如果需要指定特效，需额外支付500名升值定制。支付，你毫不犹豫按下了支付按钮。丁检测宿主使用秒杀仙尊能力，指定特效准备中。丁佛怒火莲同款特效装载成功。你的掌心中出现一朵盛放着23叶火焰花瓣的莲花，这朵火莲比陈眼和李月儿融合出来的日月神火莲的能量恐怖无数。他们两人仅只是看了一眼就已经压抑的喘不过气来。这也是日月神火莲。陈眼满脸错愕，大惊失色。呵呵，那只是你们的山寨版本罢。你单臂托起这朵盛放的耀眼莲花，然后朝着陈眼和李月儿的脸给砸过去。月儿，快逃！面对恐怖至极的佛怒火莲，陈眼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紧逃跑。问神塔的塔梯就在他的身后，一共只有不到1丈的距离。然而这区1丈距离，对于此刻的陈眼和李月儿来说，宛如天堑鸿沟一般难以跨越。佛怒火莲在陈眼和李月儿的头顶绽开，23叶异色花瓣如同狂风骤雨一般散落。陈眼和李月儿连痛苦的吼叫都没有机会发出，整个躯体就全部湮灭在耀眼的火光之中。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一座仙山之上，沉寂了无数载岁月的33座墓碑今日突然不再宁静。月儿和眼儿体内的魂种消失了，一道古朴苍老的声音从其中一座墓碑中传出：他们竟然失败了！是谁？谁能杀死李月儿和陈眼？是谁？是星宿仙尊？不，他只不过是这亘古棋局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棋子，那就是龙神仙尊。难道他飞升之后还留有后手？一道又一道同样古老的声音相继出现，响彻整座仙山，并且这里的每一道声音的气息都蕴含着强大的仙韵，丝毫不亚于星宿仙尊。大约1刻钟后，这33座墓碑渐渐沉入虚空之中，然后33位亘古仙尊从虚空中出现。此时问神塔第8层，佛怒火莲将陈眼和李月儿轰得渣渣都不剩，但没有损伤到9阶仙宝问神塔。隐藏任务救命之恩已完成，名声直加9999。你回头看着这个铠甲碎开衣衫褴褛的美女，肯定了一开始你心中的想法。这个女人在北海天域中一定是数1数2的强者，并且知名度可能还很高。可是北海天域中哪里去找修为这么高的女修士啊？难道说她是星宿域中哪里去找修为这么高的女修士啊？难道说她是星宿仙尊的老婆？你这样想着，此时的星宿仙尊内心也是风起云涌。此人就是近段时间声名鹊起的苍云老祖。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小的圣地老祖修为居然能够超过作为北海天域霸主的他，他更没有想过自己今日命悬一线，能够被苍云老祖所救。而且他还看到了自己最大的秘密，现在还这么盯着他。不断脑补之中，星宿仙尊的脸颊渐渐变得滚烫一片绯红。前辈，你这样看着我，我会很为难了。星宿仙尊在林墨痕的面前失去了往日那霸道的一面，宛如一个小女孩。经他提醒，你也是才发现自己已经盯着他看了很久。星宿仙尊的老婆虽然漂亮，但你自诩品行正直。嗨，刚刚那场战斗，你应该伤得不轻。你转移话题。星宿仙尊看着伤痕累累的自己，无奈道：前辈陈眼和李月儿服用了通天玄丹与我同进，我中了他们的日月神火莲，又中了自己一剑。这2道攻击的威力都接近天道诅咒，所以伤势已经无法逆转。星宿仙尊将身上已经破碎的赤霞金神甲取下，露出被日月神火莲烧毁的肌肤。这太惨了，整个3度烧伤啊！应该有灵植或者丹药再生肌肤吧？星宿仙尊脸色泛难解释道：这些伤痕看上去只在表面，但实际上已经深入丹田，普通的灵植或者丹药根本无法修复，而且能以我的修为匹配的灵丹，至少也要9阶尊丹才够。但即便是天域第1大炼药教宗药神教，也无法找到炼制9阶尊丹的材料，更无人能够炼制出9阶尊丹。你简单的安慰他2句之后，转身就要离开。这时他突然从背后拉住你的衣襟：前辈，请等一等。女儿姿态的星宿仙尊温柔地叫住林墨痕，然后他从乾坤袋中取出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前辈，请收下这个。星宿仙尊此时的脸红得像猴子的屁股。水果，你还是第一次见到颗粒如此饱满的葡萄，但这其实不是葡萄，这是一种地阶灵植，名为须弥菩提子，产自星宿仙宫的灵药园，1万年只生长3粒。你手里这一串上足足有30粒，是星宿仙宫10万年的库存。这是我家乡的一种特产，确实也算是一种水果。星宿仙尊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将须弥菩提子称为凡间的水果，前辈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这是晚辈的一点心意，还请务必收下。日后若有机会，晚辈一定登门拜访，再好好答谢前辈的救命之恩。原来是家乡的特产，你没多想，然后就收下了。不过你都送我东西，我也不能不回礼。你想了片刻，然后取出之前抽到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这2瓶也算我家乡的特产，送给你也正合适。星宿仙尊小心翼翼地接过这2个精致的小瓶子，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中的部分。这瓶子的品阶似乎已经超过了仙阶，一串仙阶灵植换了2件仙宝之上的物品，即便是他也难以掩盖内心的波涛汹涌。前辈，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星宿仙尊的话还没说完，林墨痕就把装洗发水的瓶盖给打开，一股清香从瓶口里飘出，好香。星宿仙尊活了10数万年，第一次闻到如此清香的气味。你让他把手掌张开，然后往他手心中挤出一点点乳白色的液体，这是洗发水，专门洗头发用的。然后你又将另外一瓶沐浴露给打开，挤出几滴透明无色的液体在星宿仙尊的手臂上，这是沐浴露，用来洗身体的。你回去之后洗澡的时候一次就涂这么一点点就行了，不要涂太多了。你耐心解释道，毕竟眼前这姑娘是玄幻世界的土著，洗发水和沐浴露这东西应该没有用过。星宿仙尊此时直接愣住，因为他发现这香气扑鼻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居然是远超仙阶的超级灵药。前辈大恩，晚辈没齿难忘。星宿仙尊突然单膝跪在地上，对你行了个超大的，你都不好意思了？不就是洗澡2件套吗？看来玄幻世界的人都止步修炼去了，在这方面的科技点还是太落后了。好了，赶快起来吧。你挥了挥自己的袖袍，这次是真的准
准备离开问神塔。前辈，我送您。星宿仙尊跟着你一起下塔梯，您也没有拒绝。星宿仙尊用发簪竖起长发，打扮回男人的样子。你们一起下到了问神塔第3层，看到了烈阳老祖和顾清寒。烈阳老祖看到你归来后，万分羞愧道：“林前辈让您失望了。他原本是到了问神塔第4层的，但难以忍受上面的威压，只好回到了第3层和顾清寒待在一起。”顾清寒上前行礼，正准备说话，便看到星宿仙尊跟在你之后下来了。星宿仙尊。顾清寒看到星宿仙尊在问神塔中出现，内心无比震惊。烈阳老祖也是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们这才意识到，此前那头黑猩虎说的身穿铠甲的地境修士，原来是称霸天域的星宿仙尊。星宿仙尊跟在苍云老祖身后，这说明什么？一向稳如老狗的顾清寒和烈阳老祖果断想到，这是林前辈已经拿到了龙神遗骸了，而且星宿仙尊没有抢夺。最关键的是，刚刚上去的陈教主和李教主没有下来，这就说明他们2个抱苍云老祖的大腿是抱对了，而且很对。林前辈，您应该已经拿到了龙神遗骸了吧？顾清寒问。你微微点头。宿主成功完成1次高质量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加100。哦，又刷名声值了。一桌满脸震惊的顾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知道这名声值是从他们身上刷的，看样子只要在大帝的身上刷，基本上就是高质量传播，只不过这一次刷出来的比较少，应该是反复在同一批人身上刷有减一效果。前辈，这2位是？星宿仙尊走到你身旁，看着顾清寒和烈阳老祖问道。哦，这是本座苍云圣地新招募的苏长老和烈阳长老，原来是贵圣地的长老。星宿仙尊赶紧行礼。顾清寒和烈阳老祖见到高高在上的星宿仙尊居然如此谦卑地向他们2人行礼，赶紧回礼不敢怠慢。而且刚刚他们没问听错吧？星宿仙尊居然称苍云老祖为前辈，9阶地境巅峰的超级大佬都认可了林前辈的实力，那林前辈的真实修为有多恐怖？这一连串的震撼让他们2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一直到他们随着你出了问神塔都还未平静下来。3人来到塔外，发现原本镇守此处的黑猩虎不见了，倒是他们一开始在龙神仙宫遗迹石门之外遇到的叶枫，带着几个武王徘徊在问神塔外。叶枫第一眼看到问神塔时，就觉得塔里面很有可能有遗迹内真正的大机缘，但他发现这座宝塔有一道很强大的禁制，无论他如何轰击都无法破开，几乎和外面石门的禁制差不多，所以他一直徘徊在问神塔周围，希望找到其他方法进去。直到你们众人的出现，是你们。叶枫看到你们等人从塔里走出来，立刻带着7个武王死士拦住了你。在他眼里，遗迹的入口是你这位禁制阵法大师打开的，那么这座塔的禁制应该也是你打开的。你们拿到这座塔里面的机缘了。叶枫几人将你们等人团团围住，眼神中充满着杀气。前辈，这几位是？星宿仙尊看着眼前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武王，本来打算直接动手的，但看在他们好像认识你，所以有所顾忌。坐在遗迹之外，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原来如此。星宿仙尊取出清风长剑，指着叶枫等人道：既然前辈与尔等有一面之缘，那就饶恕尔等一次冒犯之罪，10息之内若不快滚，后果自负。如果是在往常，他根本不会有任何犹豫，刚才就会一剑削掉这几个武王的头颅。今日他给了叶枫等人10息的时间，已经足够宽容了。然而叶枫根本没有把星宿仙尊的话放在心上，在他眼里，星宿仙尊跟着你，估计也就和另外2人一样，区区武灵而已。他们这边加上他自己，一共有8位武王，所以他自信，即便是疑似武皇的你出手，他也有10成的把握拿下。于是他也对你发出了最后通牒：只要你肯交出塔里的大机缘，在下保证你将成为叶家的朋友，否则我叶家的4位武宗绝不会放过。面对着叶枫赤裸裸的威胁，星宿仙尊直接一剑飞出，顷刻间包括叶枫本人在内8人的头颅全部倏然落地。10息时间一到，星宿仙尊毫无感情的收回长剑，然后内入乾坤袋中。区区武王，若不是冒犯了你，本来不至于他亲自出剑杀了他们之后。星宿仙尊抬头看了一眼问神塔，对你说道：前辈，这问神塔是9阶地宝，您不带走吗？你摇了摇头，淡淡说道：不必了。顾清寒和烈阳老祖对视一眼，不明白林前辈为何不带走问神塔。9阶地宝啊，在天域之中绝对是至强地宝之一了，哪怕是3大神教也不曾拥有过一件。星宿仙尊也十分不解，因为9阶地宝罕见至极，天域中已经没有这么高等级的炼器大师炼者。不过既然是林前辈的决定，那自然有其中的道理。星宿仙尊和顾清寒2人都是这样想的。然而你主要是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带走这么大的东西，你的心里默默流下一滴伤心泪。没有修为的日子太难过了，看见宝贝却拿不走宝贝，也用不了宝贝，太折磨了。我们走吧，你们也用不了宝贝，太折磨了。我们走吧，你没有办法，只好让顾清寒和烈阳老祖带路离开龙神仙宫遗迹。几人原路返回，离开了仙宫之后，来到了灵药园。刚路过这里，你的脑海中系统声音又出现了：叮，恭喜宿主成功触发隐藏任务，收服地宠。任务目标：收服地级兽宠1只，看护苍云圣地山门。任务奖励：解锁御兽系统。任务失败惩罚：扣除名声值1万。是否接受任务？是否？你往灵药园里面看去，才发现是又遇到黑猩虎和黑小虎了。这个任务居然这会儿才触发。这个任务比较简单，你毫不犹豫就接下了。而且苍云圣地原来的护山灵兽只是圣级初期，根本不怎么够砍。如果真的收下黑猩虎去看大门的话，估计能让苍云圣地的大名在北海天域中更加显赫，说不定还能影响到你本人的名声值增加。于是你带着星宿仙尊3人进入了灵药园中，拍了拍正在打盹的黑猩虎：臭小子，老子睡觉呢，别闹。黑猩虎趴在药园中睡得正香，突然感觉身上有些痒痒，以为是黑小虎在闹，你直接给他一巴掌。臭小子，你敢打老子！黑猩虎睁开双眼，正要动爪子去扇黑小虎巴掌，结果发现在他眼前的是你。前辈，你怎么来了？黑猩虎被突然出现的你吓得又炸毛了，乖乖的趴在你脚下。本座已经拿到了龙神遗骸。你低头看着黑猩虎的脑袋，黑猩虎听到你这句话后，虎脑疯狂转动，在思考这是什么意思。2息之后他懂了，这是前辈在试探他，看他的反应。毕竟上古时期他和龙神大帝的
颇有交情，龙神遗骸本来就应该属于前辈，您拿到它乃是天大幸事。黑心虎生存欲望极高，把龙神大帝和他的您拿到它乃是天大幸事。黑心虎生存欲望极高，把龙神大帝和他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而且还顺便狂舔了一波你。停！你打住黑心虎！黑心虎赶紧闭嘴！你看得出来，黑心虎是真的怕你，而且也是真的能舔。于是你直奔主题，本座现在还缺一受宠。还不等你把话说完，黑心虎直接答应道：晚辈愿意做前辈座下的受宠。好家伙，这黑心虎的生存欲望是真的离谱。你也不多说了，直接询问系统该怎么驯服黑心虎。丁，驯服灵宠，宿主需要去商城兑换相应种类的坐骑缰绳。你打开商城界面，根据提示找到了零售类物品，坐骑缰绳，猛兽类，等级地级，售价9999名声值。我靠奸商！你看到缰绳的一瞬间，不由自主的破口大骂。上一个隐藏任务奖励的海量名声值一共才9999，这里买条缰绳就要花出去9999，奸商，绝对的奸商！丁，检测宿主有辱骂系统的行为，警告一次。你极不情愿的按下的购买按钮，你敢保证如果自己不买的话，这个谢系统肯定会再扣你额外的名声值。丁，恭喜宿主达成新成就。你看到成就列表里买的成就解锁了，如果在系统商城中购买了超过999次，还会获得土豪买的成就。当然，买的成就让你加了5点名声值，只不过这种感觉就像买玛莎拉蒂送50块钱代金券一样坑爹。你拿起坐骑缰绳，正准备套黑心虎的脖子，黑心虎的脑袋却向后一缩。前辈，不，主人。黑心虎战战兢兢地说道：我有一事所求，可是我为主人坐骑，主人能不能把小虎也带走？你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原来只是要自己的儿子也出去。可你果断答应，但黑心虎还是把脑袋往后缩。主人，我还有一件事。有屁快放！这龙神仙宫对于我父子来说不是那么好出去的。黑心虎在你身前将身体翻过来，露出自己的白肚兜，只见他的白色肚皮上刻有一道极其复杂的禁制图案。当年龙神大帝飞升后，我曾答应过他，将永世镇守问神塔，守护住他的骸骨，所以我就和他定下了契约禁制，若是背弃约定，将会生死道远。还有这事，你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被谢系统给大坑特坑了。果然，系统的声音再次在你的脑海中出现。丁，宿主是否使用一键抹除禁制功能？丁，只需消耗名声值1万点。你默默地按下购买按钮，黑心虎白肚兜上面的禁制图案突然就消失了。一旁的星宿仙尊还有顾清寒两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你的手笔，随意抹除当年已是求道境的龙神大帝布下的禁制，恐怖如斯。黑心虎见自己身上的禁制已经消失，兴奋的像只小猫，主动钻进了你的缰绳里。它那巨大的躯体在坐骑缰绳的作用下逐渐缩小，最后变成了正常的老虎大小。丁，隐藏任务收服地宠已完成。丁，预售功能已解锁。丁，由于宿主解锁预售功能，获得奖励地级升阶丹星号1。你点开预售功能界面，发现有个喂养功能，你点击喂养，黑心虎的修为直接从地级2阶上升到了地级3阶。黑心虎看着自己身体突然的变化，兴奋的给你磕头，多谢主人恩赐。一旁的星宿仙尊3人也是看得惊呆了。点播地级灵兽，直接提升修为，这是真仙手段啊！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高质量点播地级灵兽，直接提升修为，这是真仙手段啊！丁，宿主成功完成一次高质量名声值传播，名声值加500。你看着自己账号上增长的500名声值，依旧高兴不起来。你淡漠着表情对黑心虎这头田虎说道：黑小虎呢？黑心虎赶紧扬起头颅，对着天空长啸一声，吼！震耳欲聋的虎吼声下，黑小虎叼着司马勋和司马区两兄弟从灵药园的另一边出现，在他背后，赵成恼羞成怒，一路追杀而来。畜生，赶紧放下他们，否则老夫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赵成一掌劈来，掀起滔天巨浪，直接掀翻了灵药园一大片土壤。黑小虎迅速赶到黑心虎身旁，然后将被束缚住的司马勋和司马区两人扔在地上。爹，我又抓到2个偷东西的，专门弄来孝敬您的。黑心虎一脸得意，用厚大的虎爪死死地按住两人。赵成灵气化翼踏空飞来，畜生，看你还往哪里逃！是你们。赵成看到你们众人和黑小虎混在一起，有些诧异。你抬头看着灵气化翼的赵成，心生羡慕，不愧是武皇强者，背后长出这么多华丽的翅膀，属实拉风啊！这位道友火气太大了不好，赶紧下来吧。星宿仙尊见这个武皇似乎也和你相识，所以并未拔剑，而是让他下来说话。然而赵成不知天高地厚，俯视着星宿仙尊道：区区武林也敢如此跟老夫说话？然后他看向你咄咄逼人道：道友出现在此地，可是与这畜生相识？你淡淡道：算是吧。道友可要想清楚。赵成此刻修为攀升，从武皇巅峰直接升至武宗初期。没错，为了确保万一，他一开始就隐藏了修为。道友一介散修，修炼到武皇已极为不易。赵成蔑视着你们众人，若执迷不悟，老夫不介意送道友一程。若执迷不悟，老夫不介意送道友一程。星宿仙尊觉得这人脑子瓦特了，和刚才那几个小武王一样，脑子里面装的都是豆腐渣吗？是谁给他们的勇气，敢这样对一群大帝说话？梁静茹吗？找死！星宿仙尊意图拔剑，却被黑心虎抢先。黑心虎的躯体渐渐膨胀，回到原来的巨虎模样，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区武宗竟然敢对主人不敬，不要将汝碎尸万段！赵成见到突然变得巨大且恐怖的黑心虎，这才明白自己好像已经不小心踏入了深渊。这是什么级别的灵兽？赵成身为大晋皇朝数1数2的强者，曾经甚至见过军级的灵兽，也不曾有黑心虎散发出来的气息这么恐怖。难道说这一只闭眼黑虎是圣级？就算不是圣级，应该也差不了太远了。乾坤小挪移，开！这一刻，赵成使出浑身解数，施展出一本宗级的逃跑功法，企图逃走。但黑心虎张开的虎口如同深渊一般，并且还带有空间法则，他区武宗根本不可能逃走。一声惨叫之后，赵成被黑心虎直接生吞了，化为丹田中的养分。然后黑心虎又恢复了正常老虎的大小，乖乖的趴在你的脚下，舔着你的腿。好家伙，不愧是田虎！你暗暗想着，看来这预售功能还不错，至少以后有了一个绝对忠诚的地级大手。被束缚住的司马勋和司马区目睹了刚才这恐怖的一幕，几乎吓破了胆。这头巨虎强大到一口就生吞了武宗境界的赵长老，那他称之为主人的林墨痕究竟强大到什么地步？圣人，这位前辈一定是圣人。
司马勋恍然大悟，赶紧扣住司马曲的脖子，连连给你磕头。晚辈不知前辈驾临，有所冒犯，还望前辈恕罪啊！大晋皇朝虽然统领万里江山，但也不过是所冒犯，还望前辈恕罪啊！大晋皇朝虽然统领万里江山，但也不过是俗世王朝而已。按照北海天域的势力划分，他们算是第4等，第1等不必多说，自然是一地宫3大教7世家和10圣地。第2等就是这些势力下辖的2级宗门，宗主差不多就是圣人境。至于第3等，基本上已经分布在天域中心之外的地界，宗内最强战力基本上就是5军。像大晋皇朝这样的第4等势力，皇朝之主也就5宗，有些弱一些的连5宗都不是，只有5皇境界，剩下的都是北海天域边缘的势力，连等级都没有，完全是不入流。因此在司马区和司马勋2人的眼里，见到一名圣人驾临，自然是既震撼又惶恐。当年3等势力残霞宗的宗主得罪了一位圣人，结果便被那圣人血洗了整个宗门。除此之外，残霞宗下辖的6个皇朝和3个家族在一夜之间全部覆灭。主人，这2人怎么处理？黑心虎一边舔一边说道：“你想起了之前黑小虎叼着他们过来时，曾说过他们是偷了东西，你们偷了东西。”你说道。司马勋和司马区2人停止磕头，然后对视一眼，露出腰间挂着的乾坤袋。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东西是前辈的，如果早知道了，给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偷啊！黑小虎抓掉2人腰间的乾坤袋，打开之后取出一颗巴掌大小的蛋。爹，他们就是偷的，就是这个东西，龙神大帝当年留下的蛋。黑心虎上去就是一巴掌呼在黑小虎的虎脸上。弟子，什么叫龙神大帝当年下的蛋？而且主人站在这儿，你以后要先拿给主人看，懂吗？黑心虎取过这颗蛋交到你的手里，主人，这东西其实是龙神大帝留下的血脉凝聚而成，并非是蛋。顾清寒和烈阳老祖一听惊道：龙神血脉！顾清寒、烈阳老祖一听惊道：龙神血脉！顾清寒和烈阳老祖看着你高大的背影，突然又明白了很多。烈阳老祖立刻传音顾清寒：顾丫头，林前辈的这个局你现在应该也看明白了吧？顾清寒轻轻点头回应道：基本上能够看清一些了。林前辈自己亲自去问神塔取龙神骸骨和龙神传承，然后利用赵成3人去取龙神血脉，顺便还收服了看守问神塔的地级灵兽。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前辈这是想要复刻龙神大帝当年飞升的奇迹。烈阳老祖感叹道：这就是林前辈的格局和手笔啊，比老教主不知道高上多少，我等只配仰望。在这龙神地宫遗迹中，前辈一共收集了龙神遗骸、龙神传承和龙神血脉，这3样东西组合在一起，不恰好能够让一个崭新的龙神大帝的诞生吗？自从龙神大帝飞升后，天域之中再无一人飞升，仿佛如诅咒一般。烈阳老祖2眼泛光，说不定林前辈就是打破这个诅咒的人。顾清寒和烈阳老祖2人想到这里，愈发的对你感到崇拜。然而你手里拿着这颗蛋，只是在想，这玩意儿好像和鸡蛋差不多，但应该不能吃吧？主人，这2人怎么处置？黑心虎看了一眼司马勋和司马区，2人的心瞬间就悬在了嗓子眼上。你拿着血脉蛋，发现好大一会儿都没触发什么任务，也没有加名声值，看来这2人没有什么可刷的。你暗暗想着，心中已经有了除掉他们的打算。这2人都有5王境，背后还靠有大晋皇朝，对于你来说始终是有那么一丁丁的威胁。有威胁，哪怕只有一点，你也要清掉，毕竟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不圣母当老六，稳健一些才能活得更久。你处理吧。你面无表情说道。黑心虎心领神会，直接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司马勋和司马区吸入腹中。司马兄弟，足走吧。这件事了结之后，你让顾清寒和烈阳老祖继续带路离开遗迹，你骑在黑心虎的背上，众人原路返回，来到了一开始进入遗迹的石门处。众人离开龙神仙宫遗迹后，你骑着黑心虎返回苍云圣地。一路上，星宿仙尊始终跟在你身后，似乎有话想说，却又欲言又止。直到苍云圣地的山门映入眼帘，他才终于开口：前辈，晚辈有一事相求。你勒住黑心虎，回头看他，说。星宿仙尊深吸一口气，单膝跪地：晚辈愿以星宿仙宫为聘，求前辈收晚辈为徒。这话一出，顾清寒和烈阳老祖直接愣在原地。星宿仙宫啊，那可是北海天域第1势力，统御天域数十万载的庞然大物。星宿仙尊居然要把整个仙宫送给苍云老祖，只求拜师。你沉默片刻，丁检测到星宿仙尊发出拜师请求，是否接受？接受奖励名声值加50000，解锁天域共主称号。拒绝奖励5万名声值。你差点没绷住表情，可你只说了一个字，但星宿仙尊已经激动的浑身颤抖。弟子叩谢师尊。他重重磕了3个响头。丁，恭喜宿主收取第1位弟子，名声值加50000，解锁天域共主称号，解锁传到授业系统。你看着系统面板上疯狂跳动的数字，内心狂喜。好家伙，原来收徒弟这么赚的吗？3日后，苍云圣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拜师礼。消息传火，原来收徒弟这么赚的吗？3日后，苍云圣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拜师礼。消息传出，整个北海天域都沸腾了。星宿仙尊拜苍云老祖为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苍云老祖的实力已经超越了9转仙尊境，意味着北海天域的格局将彻底改变。一时间，无数势力派出使者前来苍云圣地朝贺。7大世家仅剩的6家家主亲自登门，3大教的老教主陈衍和李月儿已经死了，剩下的药神教老教主也颤颤巍巍的来，甚至连10圣地中原本和苍云圣地平起平坐的其他9大圣地也全部派出圣主前来道贺。你坐在太虚宫的鎏金宝座上，看着下面黑压压跪了一片的人头，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名声值，都是名声值啊！丁，名声值加1200，丁，名声值加800，丁，名声值加2000。系统的提示音几乎没有停过，短短3日，你的名声值就突破了10万大关。1个月后，你终于有时间打开了签到功能。丁，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奖励凡人修仙秘籍。你看着这本秘籍，眼睛都亮了。凡人修仙，这不正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吗？你迫不及待地翻开第1页，本秘籍专为无修为者设计，修炼后
可在1万年内突破至5王境。1万年，你沉默了。系统，你在逗我？丁，宿主可使用名声值加速修炼进度，每消耗1万名声值，可缩短1年修炼时间。你算了算，1万年就是1亿名声值，而你现在只有10万出头。算了，还是继续装逼吧。你无奈地收起秘籍。3年后，苍云圣地已经成为北海天域名副其实的第一势力。星海天域名副其实的第一势力。星宿仙宫并入苍云圣地，改名为苍云仙宫。7大世家俯首称臣，3大教奉你为共主，10圣地全部归附，而你的名声值也积累到了惊人的120万。按照系统的算法，你现在可以把修炼时间缩短120年，也就是说只需要9880年，你就能突破到5王境，进步巨大。你自我安慰道。这一日，你正在太虚宫中签到。丁，恭喜宿主连续签到1000天，获得特殊奖励，时间加速卡1，使用后可将修炼时间缩短99%。你看着这张金光闪闪的卡片，激动的差点从鎏金宝座上摔下来。99%，也就是说，原本需要9880年的修炼时间，现在只需要98年多一点。你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张卡片。丁，时间加速卡使用成功，宿主修炼时间已缩短至98.8年。98年，对于一个修士来说，98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凡人的你来说，你低头看了看自己已经开始长出皱纹的手背。系统，我现在多少岁了？丁，宿主今年521岁，预计寿命还剩。丁，由于宿主食用了大量须弥菩提子，星宿仙尊赠送的水果，寿命已延长至2000岁。你长舒一口气，还好，够用了。98年后，你终于突破到了5王境，虽然只是5王初期，但你终于不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5王初期，但你终于不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恭喜师尊突破！星宿仙尊第一时间前来道贺。98年过去，他的伤势早已痊愈，修为更是突破到了传说中的求道境初期，而你的其他弟子也纷纷前来祝贺。步青寒和烈阳老祖虽然没有拜师，但也以弟子礼相待。黑猩虎趴在你脚下，尾巴摇得像个电风扇。你站在太虚宫的最高处，俯瞰着整个苍云仙宫。丁，恭喜宿主完成终极成就凡人修仙。奖励：秒杀仙尊能力永久保留，且不再有限制条件。附加奖励：宿主可秒杀任何低于求道境的存在。你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提示，嘴角微微上扬。原来如此，系统从一开始就在引导你走上这条路。秒杀仙尊的能力让你在修真界站稳脚跟，名声值系统让你积累资源，签到系统给你修炼的机会。而这一切的终点，就是让一个凡人真正成为这片天域的主宰。墨痕，你在想什么？星宿仙尊款款走到你身边，他现在不仅仅是你的徒弟，也是你名正言顺的道路。在想，你负手而立，一袭白衣在风中猎猎作响。这片天域的天终于要变了。星宿仙尊微微一笑，这片天早就变了，从墨痕踏入苍云圣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变了。你转头看向远方，那里是北海天域的尽头。据说天域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而现在的你终于有了探索那个世界的资格。丁，检测到宿主产生新的目标，是否开启新篇章？你看着系统的提示，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开启。